一群白衣女子正在被恶狼追逐，高处几名男子拉弓朝下方射去。本以为他们是在救女孩们，结果箭矢都射在女孩身上。原来这只是他们的狩猎游戏。他们是要把我们当野兽一样给射死吗？可是我们是人呢，我怎么可以？宇文怀，你射人比射狼容易，想赢得比赛就要先射女奴。快跑！此时，一群女孩正深陷危机之中，四周有恶狼追赶，身后还有一群权贵公子，正在拿弓箭射杀他们。随着公子哥们的射杀，女孩们一个个接连倒下。突然，恶狼拦在他们的前面，纷纷纵身往他们扑去。有2位公子哥于心不忍，于是立即出手将恶狼射死。可恶狼天性凶残，一群弱女子接连惨死在恶狼口中和身后的射来的冷箭之中。眼看2位女孩既要被咬中，燕巡世子攻大2箭，直接将2头恶狼射杀。宇文怀看着这一幕更加兴奋，不妨就比比，看你射狼快还是我射人快。这时，一头恶狼拦在2名女孩身前。这位名叫小六的女孩让同伴先躲起来，自己独自面对恶狼。为何她如此胆大彪悍呢？她原名叫楚乔，又叫金小六，原本是个名动风云的绝世高手。一次与高手打斗中被打下悬崖，昏迷之中被人带走当成女奴，醒来后才发现身处在马车上。此时的她已然失忆，对于过往的事情全然记不起了，只记得自己叫金小六，而刚刚那同伴女孩就是她醒来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。女孩叫卷毛头，卷毛头听到小六肚子咕咕叫，于是把怀里藏着的馒头拿出来分给小六一半。小六心里倍感温暖。这时马车突然停下，一群人把他们赶进帐篷里，让他们换上带字的白衣服，然后把他们赶到围猎场中。而这一切都是宇文怀安排的。他觉得普通的围猎太无趣了，于是把女奴和恶狼放在一起围猎。身穿带谁的名字的女奴最后存活下来就归他们所有，这才发生开头悲惨的一幕。此时小六正独自把恶狼引开，这时燕巡又射出一箭，又把一头恶狼射倒，暂时把他救下了。宇文怀看着燕巡保护小六，于是又一箭射向小六，好险被躲开了。燕世子，这个有意思。宇文怀立马又射出一箭，可被燕巡射出的箭击中拦下。小六转身看着被拦下的箭矢，继续往前跑，可没跑多远，小六又遭遇更大的危机。此时2头恶狼前后包围着他，而以小六现在的身手，根本不是2头恶狼的对手。恶狼扑过来咬住他的手一甩，小六狼狈翻滚在地面。这时爬起来的小六看着地上的箭矢，趁恶狼向他扑过来时，拿着箭矢划过去刺开他的肚子。小六看着倒地的恶狼，准备把另一只也解决掉，于是跑上树上，拿着箭矢把追过来的恶狼一箭插进恶狼头中。此时在围猎场的另一边赶来的宇文月正好看到这一幕，天生的战士。而卷毛头这时也被恶狼围住了。就在恶狼扑向卷毛头时，好在小六及时赶到，纵身一跃把他救了下来。此时宇文怀他们驾马追逐女奴们，在宇文怀的射杀下接连倒地。这时就剩下小六2人了。突然卷毛头也被箭给射中，小六悲痛欲绝地看着倒在怀里的卷毛头，因为这是他醒来后认识的朋友。宇文月人未到，最后活下来的却是他的女人。话音刚落，宇文怀拿起弓箭射向小六，燕巡连忙拉弓把宇文怀的箭拦下。怎料宇文月也举起箭弩射向小六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宇文月的冰箭把小六救了下来。别碰我！果然是他宇文月啊！小丫头，叫什么名字？等我有一天不用再仰视你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。樱桃知道公子怕冷，特意用身子给您暖了床褥。越是妖艳的女人越是狠毒。只见妖艳女子嘴吐暗器，正要准备刺杀眼前男子，不料却被发现一把甩开。这时男子连忙起身，女子扯下床帘裹住玉体，随即把口中暗器射向男子。男子一个侧身便躲过暗器。这时女子见一击不中，于是双手捋向长发，只见手中持满银针，随即一个天女散花把银针刺向男子。男子见状扶起长袖，将银针折射打向逃跑的女子。而这名男子正是宇文月，号称9亿少女的梦。此时宇文月走出门外，女子身中银针瘫倒在地。我做了什么，让你一眼就识破？从头到脚，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？行刺投毒，我常遇了，但色眼还是头一次。宇文月心想，不看白不看，送上门的也不过如此，随即命人将他处理掉。而此时的小六被送到宇文月府上拆房休息，回想起今日所发生的一切，人命比草芥还要低贱，暗自发誓定要让这些贵族血债血偿。这时一名男子突然推门进来，告诉小六自己是他的五哥。小六已经失忆，对男子毫无印象，之前的遭遇让他心生戒备，就连男子送来的饭菜都不吃。不吃饭会没命的，我不吃。来，小六，吃肉。
小六最爱吃肉了。我不吃肥肉。这时五哥把肥肉吃掉，把瘦的留给小六，他这才相信是他五哥。小六这时感受到亲人的温暖，忍不住边吃饭边流泪，感觉像极了小时候被家人打完叫吃饭的样子。小五这时告诉他，大姐志香和小八也在府里，自己则是宇文月的书童。小六感受着亲人的呵护，冰冷的内心也泛起温暖。次日，大姐和小八来看他，并给小六敷上疗伤药，而在他们的细心照顾下，小六的身上的伤也好起来了。此时，一群权贵公子正在聚众玩乐，正是之前狩猎场的公子们。眼前之人正是元松皇子，他们正在玩投壶游戏，几人正在比试间。突然有人将一块玉稳当扔进壶中，众人瞬间好奇地看向投壶之人。一位窈窕少女翩然而至，犹如仙女下凡般。宇文怀，你又在说谁的坏话呢？我参见公主。来人正是元纯公主。此时质问他们狩猎场打赌，为何要用她的美酒来赌？元纯公主怼起人来也是无敌的存在。哥哥，你怎么老跟他们这一帮人混在一起啊？还自称什么长安五郡？除了我烟巡哥哥，全都一肚子坏水。你跟他们混在一起，就好像是马群里混进了一头猪。啊！你骂我是猪，我是猪，你就是猪妹妹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烟巡看他们打闹间也出来拦开他俩。这时元纯说起烟巡过几日生辰，便说让他来主持他的生日宴。烟巡却说宇文月早已安排好了。宇文月，他那个冰坨子能给你出什么好主意啊？对啊，我也想看看他能给我出什么主意。注意看，眼前之人正逼迫白衣男子喝下毒酒，并声称如若不喝便将他身边美人杀了。他为何如此心狠手辣呢？原来就在刚刚，宇文月为烟巡世子主持生辰宴，在自家园子举办宴席，长安五郡皆已到场。这时正在把酒言欢，侍女们听闻纯公主来了，都想要一睹芳容。府上宋大娘突然出来，让小六去给纯公主当人肉马蹲。大姐担心她会闯祸，特意交代小六要忍气吞声，只因她是带铁铃铛的下女。这时纯公主已然到场，人墩子，过来！小六只能一步步爬过去，给纯公主垫脚下轿。这就是古代皇族的霸权。纯公主给烟巡祝贺生辰，还带来御赐的苏珊。这时小六看着宇文怀一脸坏意的样子，于是展现出敏锐的听觉，听到走去假山后的宇文怀，此时正和朱管家密谋将广寒散放在纯公主带来的酒里。此毒药无色无味，一般人喝了不会有问题，但身患寒疾之人一喝立即毙命，还可以嫁祸给纯公主。小六正疑惑他们想害谁，这时宇文月姗姗来迟。冰坨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们都玩了好一会儿了，每次你都晚到，你说我们该怎么罚你啊？其他人顿时起哄让宇文月罚酒。此时知香正去宴桌倒酒，朱管家走向知香，假意让他伺候好宇文月，借机把毒药放在酒里。这一幕被小六看在眼里，原来他们想要毒害宇文月。众人纷纷责备烟巡生辰宴他都迟到，让他自罚3杯。宇文月拿起酒杯打算一饮而尽时，宇文怀再三劝酒，这让他闻到阴谋的气味，立马明白这酒有问题，于是把酒杯放下。纯公主见状告诉宇文月，这美酒世间只有一坛，也就烟巡生辰他才舍得拿出来。这时宇文月谎称身体抱恙不宜喝酒，宇文怀见状如此，于是便借机逼迫他喝酒，这才发生开头一幕。知香不明所以担心小命不保，于是跪着恳求宇文月喝酒。这时赵西风出来煽风点火，我记得当年石崇劝酒之时，乌衣门第的王敦就没饮这酒，结果美人人头落地，王敦落得残忍之命。宇文怀趁机再次逼宇文月。小六看着他们互相算计，却拿着大姐的性命要挟，于是不再容忍，拿起手中的弹弓，弹指间就把知香手中的酒杯打掉。此时众人震惊不已地看着小六，宇文怀命人将他押到身前，训斥他区区女奴竟如此胆大妄为，然后让朱管家送他去领盒饭。这时烟巡开口声称他生辰宴上不宜见血，随后拿出一块腰牌，让小六猜正反面，猜对了就饶他性命。烟巡本就要保小六性命，这时手上还给他提示，果然当腰牌掉落在地，看着小六回答是对的，烟巡忍不住嘴角上扬。宇文怀看着坏他事的小六，于是把责罚怪到知香头上。小六不愿大姐受罚，便自己表示替他受罚。此时小六可怜的被倒吊在树上，眼看快脑袋充血窒息身亡之时，突然一把剑割断麻绳，将小六放下来。原来是宇文月心疼小六，一旁的小五连忙感谢他。有本事惹事，却没本事全身而退，愚不可及。大胆！原来是岳公子。人是我放的，告诉宇文怀，有什么事
找我。no，下毒害死我祖父，我要亲手杀了你！此时赶来的小六亲眼目睹林夕死在自己面前，却无能为力。为何林夕会被宇文月杀死？就在不久前，因小六得罪宇文怀，宋大娘嚣张地来到柴房，对着躺着的小六一番嘲讽。她为讨好宇文怀，便决定等小六养好伤后，把他送进极乐阁去。知香深知极乐阁是极其恐怖的地方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能活着出来，于是让林夕一起想办法救小六。而这时宇文月身边的侍女锦竹竟偷偷与朱管家会面，这锦竹竟是宇文怀安插的棋子。那老头子不是喜欢玩算筹吗？这副算筹就能把他送上西天。别动，这个盒子里有毒。金家兄妹正为金小六的事着急呢，你正好给自己找个替死鬼呀！原来他俩正在密谋诬陷林夕，于是找到正烦恼的林夕，假意询问他为何烦恼。林夕心地单纯，便告诉锦竹，他想弄个出府对牌，帮小六逃离宇文府。锦竹听闻便趁机答应帮他。这时锦竹拿到对牌给林夕，然后借机让他将算筹献给老爷子，也算帮他一个忙。林夕不知盒子有毒，还连忙感谢锦竹，殊不知自己命不久矣。这时知香找到小六，告诉他今夜便可离开，已经弄到出府对牌了。而小六放不下他们，不愿离开。在知香的劝解下，小六只好听他的，于是把弹弓送给知香，让他用来防身。此时的林夕浑然不知已深陷阴谋之中，拿着锦竹给的算筹给老爷子送去，而打扮成黑衣蒙面人的锦竹正在屋外看着。然而他们口中的老爷子正是宇文家的家主宇文月的祖父宇文卓。林夕告诉老爷子这是新的算筹，于是便打开木盒，可里面居然有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。此时老爷子浑然不知，便伸手去拿算筹，不料手刚碰到木盒就被毒蜘蛛咬伤。老爷子一脸惊恐地看着手指。林夕，这时屋外的锦竹听到屋里的动静，知道大功告成，便转身离去。而此时听到动静的宇文月已然赶到，看着中毒倒地的祖父，这时侍从跑过来告诉宇文月，中的正是西域奇毒千魂散啊！林夕这个替死鬼也躺在一旁。此时的小六正准备离开，不料外面有辆马车驶来，于是便躲在石室后面。突然有个黑衣人走向马车，小六从他们的对话间听到哥哥林夕做了替死鬼，于是在马车离开后连忙赶回。就在小六刚刚赶到门口，你下毒害死我祖父，我要亲手杀了你！此时小六亲眼目睹林夕死在自己面前，还被宇文月踢到火堆里。小六连忙跑上前，不料被宇文月脚踢石子击中他膝盖，随即摔倒在地，还把对牌也掉了出来。一旁的侍从连忙控制住他。小六悲痛不已地看着眼前的熊熊大火，却无能为力。宇文月这时走向小六，声称林夕是敌人派来的奸细，将他祖父毒死，杀他都不解恨，还要养蛊错灰。这时岳七拿起掉落的对牌，告诉小六逃奴是要被鞭打致死，且要枭首示众。小六却不在乎自己的生死，声称林夕是冤枉的。可是我哥哥是冤枉的，你滥杀无辜。我滥杀无辜又如何？这是一个仰望强者的世道，做不成强者，注定要给人践踏。假如我还能活着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成为强者。这时毒蜘蛛突然爬到小六手臂，宇文月担心咬到他，当即持剑劈向他手臂，瞬间把毒蜘蛛刺死，也留下一道剑伤。于是声称是给小六的惩罚。掌控叠指天眼的宇文月其实早已知晓这一切的阴谋，只是小六和林夕正好撞上枪口，他为演戏给敌人看，只能这样。而小六倍感自责，林夕是为救他才会被陷害杀死的。此时的小六在经历过这一切，内心暗自发誓要成为强者。两名身穿肚兜的女子在浴池洗澡，正当他们开心的玩水嬉戏时，一白衣男子突然从池中冒出，吓得二人连忙跑向池边。此人正是臭名昭著的席太爷，他面目狰狞的样子吓得一旁的女奴四处躲藏。知香被席太爷吓得不敢动弹，手中的弹弓被他紧紧握住，被吓得眼睛瞪得像铜铃。席太爷猛吸一口气，估计知香身上的狐臭味让他顿时没了兴趣，然后转头看向其他女奴，这才让他暂时逃过一劫。席太爷缓步走向其他女奴，瞬间兽性大发，把众女奴挨个糟蹋折磨。这席太爷真是丧尽天良，不一会女奴们就被霍霍完了。知香听着女奴们的惨叫，无助地往门外走，可她终究还是逃不出他魔爪。这时被席太爷扔进浴池，画面太美就不给大家看。此时只见席太爷累倒躺在地下，而浴池里的知香已然被残害，而眼睛还睁着，可谓是死不瞑目啊。此时小六和两位妹妹在屋外冒着大雨等着知香出来。当看着被拉出来的知香，小八忍不住想要上前，却被小六死死拦住，只能等府上侍从走后，姐妹三人才连忙上前，看着被残害的知香，伤心欲绝地哭泣着。这时小六拉起两位妹妹的手，对着知香发誓：姐姐，你放心，
我会照顾好小七、小八。你之前告诉我要忍着，要活着，我都答应你了。而到了现在，我不会再忍了。此时，小六拿起知香手里的弹弓，灵犀和知香都是为救他而死的，内心陷入无比自责。原来在白天的时候，宇文怀前去极乐阁找西太爷，跟他汇报宇文卓已死的消息，并把前去灵堂验尸的情况告诉他。当时宇文怀要开棺验尸，不料却遭到宇文越的阻拦，于是二人便打斗起来。就在二人打斗间，贵妃娘娘突然出现，见宇文怀执意要验，便让宇文越开棺亲自验证，随后告诉宇文怀，老爷子确实是中毒身亡，并颁布指令让宇文怀不得踏入青山院，这才来找他祖父习太爷，让他这个三房家主拿主意。这些事你自己看着办，赶紧再给我弄些婢女来，别在这儿烦我了。而宋大娘收到指示后，便召集侍女们逐个挑选。知香看着她走过面前选中其他人，她顿时松了口气。不料宋大娘却突然返回她面前，告诉知香把小六也一并送去。知香顿时慌了神，于是立马跪下恳求她饶过小六。宋大娘，只要小六不去极乐阁，你要我怎样都可以。怎样都行。对，怎样都行。于是宋大娘便将知香送去极乐阁。此时小六带着妹妹们为知香和灵犀立了灵牌，给他们焚烧香火纸钱，不料却被宋大娘发现。此时的宋大娘正一肚子火没处撒，看着她背着包袱就知道是被赶出府了，于是拿着灵牌出气。小七见状立马跟宋大娘打起来，于是在追逐打斗间，小七被宋大娘连扇几个耳光。小七挣脱束缚，连忙跑到桥上，小八见状也连忙跑上前帮忙，却被宋大娘死死掐住脖子。就在二人挣扎中，突然把宋大娘推下桥，小六及时抓住她的手，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把他拉上来！救我呀！你知不知道侍寝是什么意思？回公子，奴婢不知道。在主人的床地上成婚，你也能够做到？你亲眼目睹我杀了你的兄长，还应允为我侍寝，这尊严在哪？奴婢没资格谈尊严，只求公子给条活路。其实宇文越早就很欣赏小六，从他在围猎场将他救下就知道了。此时宇文越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想着他从烈日当空跪倒现在，冰冷的内心也泛起涟漪，于是吩咐乐妻传令下去，应允小六可以参加择选。小六如愿以偿地争取到机会，而他这样做的原因，也是因为白天的一个契机。此时他和妹妹们正在柴房，突然宇文怀的爪牙闯进来，声称宋大娘失踪与小六有关，不由分说便要将他带回去审讯。就在此时，燕巡世子及时出现，于是随便编个理由，要将眼前光头强杖罚100大棍。光头强听闻，连忙向燕巡求饶，见燕巡无动于衷，他连忙向小六求饶。燕巡看教训的差不多了，便让光头强赶紧滚，于是来到小六面前，厚着脸皮的要他感谢自己。燕巡见他一句谢谢就打发自己，于是便坐在凳子上赖着不走了。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？算上今次，我已经救了你3回了。奴婢多谢世子爷。燕巡见小六一脸哭丧样，便询问他到底为何。小六本就因2位亲人刚刚离世而悲伤，此时没心情搭理他。燕巡听闻后，拿出平祛8神药给他，随后便起身离开了。明明只救了我2次。此时小六呆坐在地上，想着最近发生的一切，听着2位妹妹说宇文越准备选侍女，看着窗外瓦下的小草。唯有进入青山院，才能躲避宇文怀的爪牙，保护我的妹妹，才有机会为亲人报仇。这才让小六决定去参加择选。次日择选开始，府上所有侍女已然到场，各自心里都有小九九。突然一道声音响起，笨蛋来了，笨蛋来了！原来是只小鸟看见小六在叫它。小六看着这有趣的小鸟，于是朝它走去。叫谁傻瓜呢？虽然你这链子是金的，但是你跟我一样没有自由，一定很温暖。这时小六帮其解开链子还他自由，而在场的婢女们看着他如此胆大妄为，纷纷议论起他。此时锦竹看着小六大出风头，便打算上前教训一番，不料却被小六把外衣给扒了。而这时宇文越也来到现场，于是2人连忙退下去换衣裳。此时择选开始，乐妻告诉众人，一共3场比试，最后胜出者才可当侍寝女婢，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有意外。小六一样都不懂，看到乐妻和宇文越直摇头。这一场是烹茶手艺，可小六哪会这些啊？不过他天资聪颖，于是观摩现场婢女们的手艺，顿时便现学起来。这时他突然起身走向水井，宇文越看着他也甚是好奇。燕巡听闻宇文越选侍寝婢女，也来到青山院，他想看看宇文越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子。冷公子，今日你面见红霞，命犯桃花呀！那世子还不赶快赏花？宇文越被调侃一番也是无奈。这时小六有模有样的煮起茶来，
不一会就煮好了。这时宇文月一杯杯试，结果全部都不合他口味。果不其然，最后一杯试过后，便询问是谁煮的。不用想也知道是小六，因为是主角。此时连输2局的都被淘汰走了。最后一场是默写梵文佛经，只有1炷香时间计，1炷香时间默写。哪怕现在的小六大字不识一个，没有意外的还是他默写完了。不料宇文月还是挑起毛病，看到没有署名，直言小六把署名写下就算他赢。宇文月知道他不会写字，故意刁难小六。可小六是聪明绝顶之人，只见他取下铃铛沾上墨，就把名字印上去了。宇文月没料到这小妮子还会投机取巧。今日比试，惊小6胜。大家都散了吧。听说宇文月给你起了个名儿，叫星儿，不会是为了配他那个月字吧？我们燕北男儿，头顶雄鹰，胯下骏马，胸怀坦荡。要不你跟了我吧？哎，别，那么大花呢，你扔过来会打死人的。星儿举起棒槌就警告烟熏，让他不要再招惹自己，否则就对他不客气。烟熏听闻小六改名叫星儿，心里酸酸的，特意过来调侃星儿，可星儿不搭理他，收起衣裳就离开。还是黑化前的烟熏阳光开朗。原来昨夜小六前去侍寝时，宇文月觉得小六的名字不好听，便给他起了个名字。本公子赐你一个名字，星儿。1个月1个星，冷公子还是蛮会组 CP 名的。星儿多谢公子赐名。不好听吗？好听。冷公子问他好听为何不笑，然后直接上手，并告诉星儿要灿烂的笑，随后让他准备侍寝。星儿听闻很是紧张，不过还是老实的开始解衣服。不料冷公子心思在看书，根本没想对他怎么样。此时星儿沉浸在内心世界，自言自语。床上有本竹简，帮我拿过来。宇文月接下竹简后，让星儿明天去领一次法。他不知道犯了什么错，但还是乖乖的趴在地上。不料没多久，星儿竟睡着了。明天领双倍走。准备夜宵。不料到一旁的鹦鹉嘲笑起星儿。傻瓜，傻瓜！此时星儿把夜宵备好放台上，宇文月又整幺蛾子说要梅花。星儿记恨他刚才敲自己脑壳，于是故意刁难其他。公子是要吃梅花吗？那您是要油炸的还是水煮的？是包馄饨还是和点心？我是要带梅花的餐碗。这时宇文月要星儿伸手，并告诉要他无条件服从自己，于是在星儿手上划个伤口惩罚他。好痛啊！好痛，好痛！而这时星儿却自己睡着了，宇文月帮他盖好被子。到底是谁服是谁啊？好痛，好痛！够了！而锦竹被吵得烦躁的睡不着。次日当星儿睡醒，一睁开眼睛看到宇文月躺在身旁，本能的大叫坐起来，误以为被宇文月那傻了。公子啊，第一次纳房里人，哎呀，到底是年轻啊！那姑娘昨晚也叫，大早上还叫，你快给他们送过去吧！啊！这时星月夫妇竟耍起花枪，在床上打了起来。难道这是古代晨练运功吗？原来是宇文月打算试星儿身手，随后便示范一套拳法给他学。天资聪颖的星儿凭着过目不忘的记忆便融会贯通。这时星儿竟直接上手与他比试，可2人比试间就画风突变，突然跳起双人芭蕾舞了。别说还跳得挺好看的，可能是人美做什么都好看。这时锦竹来给他们送早餐，看着星月夫妇秀着恩爱，气得锦竹牙痒痒的。而宇文月贴心地喂星儿喝汤，锦竹看着床褥的一点红，这眼神估计可以刀一村人。待锦竹走后，星儿连忙起身，还站着干嘛？还不赶快把被你玷污的被褥洗一洗！被我玷污，明明就是你故意弄脏。星儿并不知道宇文月暗自保护他。好坏，好坏！快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各位少将军，皇上紧急召见各位入宫，所谓何事？与柔然犯境有关。走，回城。于是他们立即策马奔腾，赶往皇宫。燕巡不知此次召见竟是他家破人亡的导火线。此时长安五郡已然赶到大殿外，迈着英姿飒爽的步伐来到大殿前。长安世族子弟特此前来向皇上请命，容我等奔赴边塞，捍卫大魏江山，为国尽忠。哼，你算哪门子士族？赵西风却质疑起燕巡，怀疑他是想借出征逃回燕北。而燕巡面对质疑，便当众立下誓言：我燕巡虽为质子，但我燕北誓死效忠大魏。今日，燕巡在此立誓，披肝沥胆，一心为国，如有妄念，其心当诛。这时禁军统领告诉众人，定北后燕世成在边境击败柔然，并与柔然首领达成协议，只要有燕家在永不来犯，
燕洵听闻倍感骄傲，可宇文越却暗自忧伤。毕竟柔然的问题是皇上的心头大患，如今被定北侯平复，着实是功高盖主的威胁到皇上了。当皇上召见宇文越时，果不其然，皇上便说起定北侯。朕近日得到宫中线报，此次柔然退兵，定北侯和这柔然首领私相授受，柔然为他马首是瞻。但臣以为燕家并无狼子野心。仅凭你以为就能判断中间的话，这还要你的爹指天眼干什么？宇文越深知皇上生性多疑，必定会让他人彻查。果然，皇上给宇文怀下了一道密旨，让他暗中调查定北侯谋反的证据。可叠指天眼和兵符都在宇文越手上，他想调查却无从下手，于是便和宇文熙想办法除掉他。宇文越身患先天寒疾，每年初春都会闭关3日，于是决定在他最虚弱之时动手，利用血与狗这极寒之物，让他寒疾发作身亡，并打算联系杀手组织往生营下暗杀，趁这个机会欲将宇文越彻底抹杀。于是宇文怀联系上往生营。往生营，目标是谁？半个时辰之后会有人经过此地。飞马谍者，消息果然灵通。灵光羽箭的情报，只有叠指天眼的主人才能打开。原来宇文怀是要劫杀谍者，他知道越位收到信号必然来救，好一招调虎离山。而朱管家将血与狗交给锦竹，让他想办法送到宇文越身边。就当他来到院子时，被星儿拦下，告诉锦竹未经通传擅闯院内杀无赦。然而锦竹却说血与狗是三房太夫人让他送过来的，此物对宇文越闭关有用。这样，我也不想为难你，那这个东西就由你转交给公子。星儿见此只好接下，于是端着血与狗来到屋外。越位让他先在门外等会，宇文越还在闭关，星儿只好在门外等他出关。此时他突然感觉全身发冷，但体内又有焚烧的感觉。而此时飞马谍者被杀手拦截包围，他立即放出信号烟花。这时岳七收到消息，连忙带着越位前去营救。当岳七赶到，却发现谍者已然身亡，这时才发现中计了，于是立即赶回青山院。而往生营的杀手已经潜入青山院，毫无防备的越位被不断暗杀。此时的宇文越全然不知发生什么，突然地上有毒蛇正爬进来，正往宇文越床上爬，却被梧桐鸟发现了。注意看，星儿为报哥哥被杀之仇，举起长剑朝宇文越劈去。此时他无助看着长剑劈向自己，不料竟是劈向地上的毒蛇，这可把宇文越吓坏了。原来星儿是在保护他。就在刚刚，屋外的星儿听见梧桐鸟叫喊，于是立即跑进屋内，看见宇文越被毒蛇咬伤在地，而往生营的杀手正逐步逼近。星儿体内封印已久的霸道内力，此时在血与狗的影响下诱发出来。只见星儿眼神幻变，体内的霸道内力瞬间将杀手震飞。这时的星儿犹如杀神附体般，浑身煞气缓步走向宇文越，吓得他以为星儿会杀了他。此时他割开宇文越手腕，将毒血放出来，拿起烛台驱逐身边的毒蛇。这时岳七也赶回来护驾，手持长刀连忙将毒蛇砍死。宇文越眼看星儿支撑不住，立马将他扶起运功疗伤。看着星儿倒在怀里，宇文越内心已经放下所有戒备。岳七见公子受伤，倍感自责。这时岳卫来报，公子，几个王上岳十三来探青山院。深夜大夫为宇文越把脉后，告诉他所幸并无大碍，只需服下驱蛇毒的灵药便可。随后询问大夫玉雕是为何物，大夫伸手摸向玉雕，立马让岳七拿走，并告诉他们玉雕内有致寒之物，因为宇文越身患寒疾，只要接触此物必将毙命，而寻常人会被寒毒攻入五脏六腑。岳卫，快将此物拿走！偷袭、毒蛇、血与狗，这玩的是连环套啊！这时宇文越让大夫为星儿把脉，不料大夫把完脉后却大惊失色，告诉他星儿体内蕴藏着可怕的内功。你可知是何种内功？霸道无比，闻所未闻。这恐怕是他多年前被严重的外力所伤，才将这股可怕的内功封在他的体内。大夫告诉宇文越自己无能为力，因为内功过于强大，星儿自身无法驾驭，不出半日必将焚心而死，只有用极寒内功压制才能救他。等大夫走后，宇文越将星儿带入密室，手持血与狗运起内功为他压制，哪怕身患寒疾也要救星儿。其实宇文越对星儿心生情愫，而这时星儿却想起片段记忆。我传给你的寒冰诀内力太过霸道，你暂时还无法掌握，要结合我教给你的内功心法。此时宇文越受寒毒入侵，突然口吐鲜血，双眼暂时失明了。岳七觉得一个奴婢不知公子如此拼命，冷公子却谎称救星儿是为了调查真相，其实就是嘴硬心软的喜欢星儿了。这时星儿也已经醒来了，连忙拿起床头的长剑，来到宇文越面前请罪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无意伤他的，
冷公子却质疑起星儿，于是命月卫将他压下去。次日青山院内，宇文月为查雪玉狗和毒蛇之事，将所有婢女召集起来，让最有嫌疑的锦竹和星儿对峙，顺便借机考验星儿。不出所料，锦竹一口咬定是星儿，只因他熟知烛火驱蛇法，于是星儿便反驳起来。就在二人你来我往的争执中，听得宇文月烦躁的直扫台面，不料将雪玉狗扫落在地。这时星儿起身拿起雪玉狗碎片，锦竹却自作聪明污蔑星儿。公子眼睛已经盲了，你还想拿雪玉狗伤他，真是狼子野心！来人，给锦竹上重铐！你不是不知道雪玉狗为何物吗？锦竹一下就被星儿炸出来，岳七逼问他受何人指使。锦竹见此只好全盘托出，声称是朱管家指使的。此时宇文月让星儿亲手惩罚锦竹，可星儿心地善良，不忍惩罚。公子，你为何不借机除掉锦竹？他还不足为虑。重要的是，我要让皇上相信，我的眼盲是宇文怀用雪玉狗所致，无法执行他交托下来的陷害定北侯一事。这次你是真的逃不掉，我是逃不掉了，但我可以毁灭证据。此时锦竹为阻拦星儿毁灭证据，竟然将星儿推下万丈悬崖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星儿计划好的。这时朱管家与岳七也已经赶到，正好看到锦竹手拿坛子慌张无措的样子。锦竹，现在人赃俱获，看你还怎么解释。此时锦竹颠三倒四的解释是星儿陷害他，并且已经跳下悬崖了。显然这种说辞根本没什么可信的。而岳七在此，朱管家只能秉公处理，命人将锦竹关进罪奴所。原来星儿早就准备好绳索，此时他挂在峭壁上旁听了全程，发现藤叶掩映的山壁上竟有一个山洞。星儿动作凌厉地跳了进去，没想到此处别有洞天。那坐在里面悠然看书的英俊青年，可不就是烟巡世子吗？刚才的事烟巡听个正着，劝星儿不想暴露就安分点。星儿白眼一翻，懒得搭理他。你这喂不熟的小野猫，我刚刚救了你一命，都没有拆穿你，你打算怎么谢我？不料星儿再次白眼一翻，懒得理他。当他们爬上悬崖时，宇文月派越卫过来将山洞封住。冷公子还是挺会帮星儿善后的，而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因为锦竹想陷害星儿。就在不久前，锦竹带着一群女奴浩浩荡荡地闯进星儿房中，借口来送除虫药，实则将房间翻了个遍。小八出口阻拦，不料锦竹盛气凌人，抬手就给小八一巴掌。星儿及时出现在门外，一盆水将锦竹淋成了落汤鸡。锦竹见状只好离开。此时锦竹疑惑昨晚放床底下的蛇坛子为何会突然不见了。这时星儿三姐妹看着这一坛毒蛇虫，深思如何处理这东西。幸好昨晚她及时发现锦竹暗自往自己房里放东西，否则今天就遭殃了。这坛子她得想个万全之策。锦竹一直密切关注星儿三姐妹的一举一动，她看到小七拿着坛子慌慌张张地出门，于是立刻派人通知朱顺和岳七，让他们一起见证人赃俱获的场面，想着到时候看星儿如何解释。而小七拿的坛子只是障眼法。此时朱管家正向宇文怀汇报，锦竹成不了事，宇文怀早就看透。那个贱婢是宇文月精心调教出来的，不容小觑。那我该如何是好啊？把他妹妹抓来。此时星儿跪在昏暗潮湿的牢房里，宇文怀坐在高台上，趾高气昂地询问他。不料星儿却不卑不亢。宇文怀见此邪魅一笑，让朱管家去好好招待他。就算是贱婢，也是岳公子的贱婢，其他人还没有资格谈论我的生死。资格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资格。朱顺，公子，和兄弟们好好伺候这个小美人儿。诺。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公子，杀了他吧！蠢货，怀公子若真想杀我，又何必亲自动手？您说是不是啊，怀公子？就在刚刚，星儿被宇文怀抓进罪奴所。宇文怀看他不卑不亢的样子，顿时令他心生不爽，便命朱管家好好伺候星儿。一群小卡拉米听闻就冲了上去，他们明显小瞧了被调教后的星儿。这群小卡拉米被他3、2下就解决了，还趁机用对方的剑割开绳子。这画面让宇文怀不忍直视。朱管家还想挣扎一下，不料星儿反手就将他制服了。宇文怀看着眼前这群猪队友，气得他无语地鼓起掌。有点意思啊，不愧是宇文月身边另眼相看的奴婢呀。星儿声称自己并无意与他作对，只因锦竹嫉妒宇文月恩宠他，多次设计想杀自己，迫于无奈这才反击，但对怀公子心怀敬意。宇文怀听闻顿时面露不悦，星儿趁机神补刀。怀公子，你还不知道吗？锦竹姐姐可是做梦都想做宇文月的侍寝婢女。你怎么知道锦竹是我的人？星儿正想着怎么回应他，此时宇文怀拿出一张纸告诉他，这是宇文月将他逐出青山院的证明，并声称他妹妹对悬崖上的事已经全招供了。这时星儿内心动摇了，可突然想起宇文月教导他的话，
有时眼见不一定为实，顿时明白宇文怀是想套他话，便让他把锦竹带来对峙就清楚了。宇文怀只好命人把锦竹带来。当锦竹来到后，星儿提出单独跟他聊聊，而这个提议正合宇文怀心意。原来隔壁可以听到他们谈话，而星儿正是要让宇文怀听见。这时他便开始套路锦竹，先质问锦竹自己被逐出院，是不是他在宇文月面前煽风点火，然后失望地说道公子真的放弃他了。星儿这时开始放大招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脚踩两只船。而宇文怀听闻立马脸色大变，锦竹听着星儿在胡说八道，顿时气愤不已，捡起地上的长剑就要杀了星儿。住手！公子，你让我杀了他吧。这么急把他杀了，怕他说出对你不利的话吗？宇文怀让锦竹放下剑，并让星儿继续说。这时星儿要见了妹妹再说，并让宇文怀给侍奴文书放过他们。被吊足胃口的宇文怀只好答应他，于是命人带他妹妹过来。星儿见妹妹安然无恙，这才放出终极大招，称有次在宇文月的密室偷听到锦竹对月公子谈话，说害死月公子祖父都是被宇文怀逼迫。锦竹声称无法原谅自己，爱慕月公子却害死他至亲。锦竹听闻立马解释自己没说过，是星儿诬陷他的。宇文怀顿时一脸杀意，因为这件事星儿不可能知道。星儿见宇文怀已然中计，继续说宇文月不是为了锦竹，自己怎么可能被逐出院呢？他根本就没有把你赶出府，也没有信任过我。那个手令是怀公子伪造的。星儿这套下的可真深。你个畜生！锦竹连忙向宇文怀认罪，可惜他得罪的是星儿啊，锦竹注定要领盒饭了。怀公子，这种又蠢又有二心的奴才，用的还顺手吗？是不太顺手。那要不要换一个又聪明又值得信任的呢？这群人正在湖里打捞尸体，星儿和妹妹们甚是担忧，因为那个人正是被他们无意推下湖的宋大娘。如今东窗事发，他们性命堪忧。此时宇文怀也赶到湖边，朱管家声称已有人证，待尸体打捞起来，证据确凿。这次星儿三姐妹在劫难逃。就在此时，侍卫打捞上来一具尸体，可他们又发现了2具尸体。而这时月妻走到星儿身边，该怎么做你知道？原来是宇文月暗中出手善后了，而另外2具尸体也被抬上来了。宇文怀让星儿揭开席子，看下是否有宋大娘的尸体。当星儿揭开，却发现是具男尸，并发现随身的钱袋上面有个谢字。这时侍从在湖里发现一个药箱，月妻走向尸体查看一番后，认出是之前帮宇文月看病的谢大夫。谢大夫那日为我家公子瞧完病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今日我才知道谜底。原来当晚谢大夫走后就被宇文怀拦截，逼迫大夫说出宇文月的伤势，大夫不肯说就被他杀害了。此时宇文怀正迷惑尸体为何会出现在湖里，可月妻声称此事必须彻查，宇文怀却避开话题，让星儿查看剩下的尸体。星儿知道有宇文月的帮助，这时毫无担忧地查看另外2具尸体，果然这里面没有宋大娘的尸体，而这2具尸体竟是铁铃铛婢女的。此时一旁的婢女却认出他们身份，原来他们是园艺坊的婢女，被送进极乐阁后便再无消息了。有什么好哭的？不就死了2个猪狗不如的贱婢吗？这时星儿开口刁难宇文怀，要求调查谢大夫的死因，他可不是奴婢，好歹也是世祖。宇文怀顿时心生杀念。朱管家见状立马声称还有人证，是府上的一个厨娘，说那天晚上亲眼见到星儿将宋大娘推下湖中。星儿反驳他在胡说八道，都没有打捞到宋大娘的尸体。朱管家声称厨娘亲眼看见星儿杀的。你亲眼看到什么了？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了宋大娘，给推湖里去了。是把这个人推下去的吗？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那这2个也是他推下去的？是，不是。你个蠢奴才，给我滚！月妻一番操作便把危难化解，于是便把星儿带走了。此时宇文怀这才意识到，星儿并不是想象中的傻白甜。这时星儿为感谢宇文月出手帮忙，切好茶来到他房间，但是看着宇文怀冷冰冰的样子，到嘴的话像烫口一样说不出来，于是放下茶转身就离开。宇文怀就像个大冤种样，却叫住他，帮了你那么大一个忙，连一句谢谢都没有，就这么走了？谢谢公子。只有4个字，妥妥的大冤种啊！宇文月告诉他，月妻他们在湖里忙了一晚上，星儿直接来句是要好好谢谢他。宇文月听闻更加来气，拿出一个指尖刃，阴阳怪气地说本来送给星儿的，既然要感谢月妻，就让星儿拿去给他。星儿才不管他感受，直接拿起就走了。见星儿出去，才露出笑容，原来冷公子也会笑的。这时宇文月走到门边，想看看星儿有什么反应，不料星儿却突然推开门。星儿刚才试戴了一下，这个东西是有尺寸的，而且是星儿的尺寸，乐器是戴不下去的，所以星儿还是要感谢公子。原来冷公子也有这样的一面。母亲，
眼前之人正是本剧最惨的燕北世子燕洵，亲眼目睹母亲死在眼前，只因皇上做了一个虚幻的梦，就认定燕洵父亲造反，将他全家满门抄斩。皇上还残忍地下令让他辨认死去的家人。燕洵万念俱灰地看着全家首级被逐一抬上九幽台。此时身为监斩官的宇文怀正一脸得意地要燕洵接旨验尸，可他若领旨辨认，就等于承认父亲是逆贼。燕洵哪里受得这般侮辱，于是推掉圣旨，癫狂般撞向宇文怀。而所谓的长安五郡正得意起哄着，这番举动也给了宇文怀杀他的理由，当即命人将燕洵就地正法。此时曾经的好友劝他接旨，宇文悦也劝他领旨先保住性命。宇文怀走上九幽台，打开定北侯首级的木盒，拿出燕洵父亲的首级刺激他。燕洵撕心裂肺看着父亲的首级，看着宇文怀贱嗖嗖的表情，估计屏幕前的你都想打死他。燕洵无法忍受宇文怀的羞辱，当即挣脱束缚反抗起来，一人对抗千军万马，杀出一条血路。可他终究是血肉之躯，根本无法抵挡如此多的士兵，浑身伤痕仍旧苦苦支撑，凭着顽强的意志力杀上九幽台。燕洵悲痛欲绝地看着父亲首级，还想攻上来的士兵们被宇文悦抬手阻拦，可宇文怀早已对燕洵恨之入骨，顿时出手打向他，抬脚就将他踢向断头台。此时星儿挣脱士兵控制，飞身一跃把燕洵撞开，幸好星儿眼疾手快。燕洵，燕洵，起来，起来！燕洵，燕洵！抗旨不遵就是死罪，看他死了没有？好像是死了。宇文悦，去看看你的好兄弟死了没有？此时重伤的燕洵挣扎地看向星儿，星儿见他没事，心里也松了口气。一向阳光开朗的燕洵，此刻眼角也流下悲伤的眼泪，在众目睽睽下缓缓站了起来。这时宇文怀见他还没死，立即命人放箭射杀燕洵，而燕洵把身上的箭矢扯下来，摇摇欲坠地站起来向九幽台走去，只为再见他父亲最后一面。当他艰难地爬上台阶时，宇文悦看着弓箭手瞄准着燕洵，立即走到燕洵身前为他遮挡。他的光度来不及治，不必再掩饰了，请夫人立刻行刑。宇文怀当即质疑他抗旨，圣旨上写着必须要燕洵验尸后才可以行刑。宇文悦不忍皇上这般残忍对待燕洵，当即表示立即行刑，后果自己一力承担。而宇文怀却威胁他，再敢阻拦便马上杀了星儿。就在此时，我来验。原来是燕洵的母亲白生赶来了。他得到了皇上的赦免旨，上面的那些人是我的丈夫、我的儿子、我的女儿、我的亲人。燕洵看到母亲的到来，再也忍不住放声痛哭。白生告诉他要相信父亲，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道。然后白生起身来到木盒面前，打开燕洵父亲的木盒，并逐一诉说定北侯这些年为大魏为皇上立下的汗马功劳。就这样把所有木盒逐一辨认，并念出他们的名字和立下的功劳，听得士兵们都忍不住落泪。当所有木盒验完后，便推进火堆行刑。此时白生抱住重伤的燕洵，行，不要哭，燕家的男人流血不流泪。话音刚落，白生便一把推开燕洵，转身就撞向火顶上自尽。这时天空变色，好像为这惨剧鸣不平。燕洵艰难地爬向母亲，白生用尽最后一口气告诉燕洵，哪怕苟延残喘也要好好活下去。而此时皇上赦免燕洵的圣旨也到了，燕洵看着母亲也死在自己面前，他1日之内失去所有亲人，此时再也压不住内心的悲伤。母亲，10年之交，宇文悦，我燕洵交不起你这样的朋友。这是燕洵第2次哭得这么伤心，只因他刚刚从宇文悦口中得知，当日逃出长安射倒他的冰雪箭，竟是宇文悦射的。燕洵再度问他是否早已知道，皇上对他加起了杀心。燕洵，我一直都在暗示你等九幽台，监斩前可曾想过你所谓的暗示？关乎我燕北一族的生死存亡，你竟然只是暗示我。此时星儿问起宇文悦，燕洵父亲写给他的信是否他交给皇上的。当从宇文悦口中得到答案后，燕洵心灰意冷地让他走，宇文悦只好先行离开了。其实他一直都在暗中保护燕洵和星儿，因为各大世家均沾染了燕家的血，已经结下血海深仇了，皆不想放虎归山，让燕洵回到燕北。魏家献上屠城计，赵西风亲手杀死燕洵怀胎7月的姐姐，特别是宇文怀亲手割下他父亲的首级，各大世家皆想把燕洵杀死在牢中。
于是宇文怀书信一封给大梁公主，便安排杀手进去大牢刺杀。此时赵西风已然先行来到，他是来报星儿将他断指之仇。这时他把燕洵踩在脚下，命人抓住星儿让他自断手指，而燕洵却甘愿替星儿自断手指。我的命不值钱，你不要这样做，燕洵。谁说你的命不值钱？在我这儿，你的命比什么都重要。燕洵为救星儿毫不犹豫自断手指，此时赵西风这才满意的离去。星儿看着燕洵为他自断手指，此时再也忍不住痛哭起来。燕洵安慰起星儿自己没事，在他心里星儿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。悲惨的经历让二人抱着哭了起来，而小说中这是楚乔第一次流泪，而他们不知道天牢外面各大世家派出的刺客悄然来到天牢外。正当他们准备进去时，突然被射来箭矢击杀了。原来是守在天牢外的宇文悦，此时在默默地守护着他们，因为他知道太多人想燕洵死，不一会地上就躺满尸体。宇文悦其实也是身不由己，只能暗中帮助燕洵和星儿。当次日守卫打开大门，看着满地的尸体，立即上报给皇上。皇上知道定北侯一死，各大世家都想争夺燕北，可皇上生性多疑，担心任何人接手燕北都会受到威胁。此时正和王大坚挑选可控的人接手燕北，可思来想去，皇上都觉得并无适合的。此时王大坚说出有个人选，燕洵。燕洵是，定北侯一家已死，秀丽军叛变，黑鹰军被打散，燕北的势力一不足惧。皇上听闻觉得有些道理。王大坚见皇上没有反驳，继续声称燕洵就在长安受皇上控制，而且刚刚屠他全家，天下百姓也有怨言，不如趁此赦免燕洵，再封爵位，既可打消世家争夺之心，又可安抚天下百姓。皇上听闻觉得甚有道理，于是听取了王大坚的建议。他不知此举就是放虎归山，而王大坚的主意其实都是宇文悦安排的。宇文悦深知皇上内心所想，知道他不想各大世家掌控燕北，肯定要把燕北掌控在手中。他能掌握燕北的唯一途径就是留下燕洵，只有这样，燕洵才有一线生机。于是宇文悦找到公主，跟他说了此事。公主本就想救燕洵，可无从下手，于是找到王大坚，趁机跟他暗示一番。王大坚在皇上身边多年，深知皇上所担忧的问题，听得公主的提示，瞬间觉得是个主意，所以才在皇上面前说出来，这才把燕洵的性命的救下。把燕洵放出来，关到莺歌小院去，留下燕洵，定成朕的心腹之患。但燕洵一死，几大门阀势必会趁机瓜分燕北，动摇朕的根基，祸害更甚。宇文悦看着他这样，你难受吗？今天我就让你痛苦一辈子。宇文悦看着眼前心爱的星儿，即将快被宇文怀掐死，不料他手中祭出银针射向星儿。宇文怀不可置信地看着他腰间的银针，星儿瞬间倒地，口吐鲜血，眼眶湿润地看着宇文悦。他从来没想到会死在他手上。不能掌控的女人，不如死人。随即命令乐妻将星儿带走。不料宇文怀出口阻拦，并质疑星儿没死，让一旁的张大人来验尸。当张大人验证后，告诉他们星儿已死。宇文悦真是小瞧你了。我的人就算要杀，也是我来杀。于是宇文悦立马让乐妻将星儿带走。原来宇文怀知道是他暗中出手帮燕洵，于是把星儿带来，趁机将他杀了，目的就是为了报复宇文悦破坏他计划。此时宇文悦刚走出门口，就遇到迎面赶来的王大坚。原来是皇上急召宇文悦进宫面见，他只好让乐妻将星儿先带回去，等他回来。于是立马进宫面见皇上。当宇文悦见到皇上时，他却在不紧不慢地批改奏折，殊不知宇文悦却心急如焚。我那一针刺中了星儿的关元穴，让他血至昏厥，酷似死亡，以掩人而已。但若抢救不及时，会因体内血流不畅而死。就知道宇文悦不会这么狠心地杀害星儿，原来他是为骗过宇文怀的。此时他内心焦急地看着沙漏，时间在不断流逝。就在此时，皇上终于开口说话了。他告诉宇文悦收到边关急报，边关战事吃紧，让他去边关历练，而叠纸天眼就交给宇文怀掌控。宇文悦内心不愿接受这般安排，可看着时间沙漏不断流逝，更加担忧星儿的安危。此时他顾不上其他的，于是便应下皇上的旨意，然后匆忙地离去了。当宇文悦回到青山院，却没看到星儿，当即询问在打扫的婢女，却得知星儿被送去乱坟场，于是快马加鞭地赶往乱坟场。此时宇文悦万般焦急，因为只剩半个时辰救星儿了。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原来是大梁公主萧玉埋伏劫杀宇文悦，竟也是因为他救下燕洵，破坏他们的计划。可宇文悦无心恋战，驾马就走，却被萧玉用白绫缠住腰间，宇文悦当即就被扯下马，随即与萧玉打斗起来。而此时乐妻冲上来解围，让宇文悦赶紧前去乱坟场。就在他驾马离开时，一个小卡拉米冲出来拦截，
不料被宇文玥一剑封喉领了盒饭。当宇文玥赶到的时候，却只看见一堆火在熊熊燃烧。这时乐七他们把火堆熄灭，宇文玥立马上去扒开柴堆，却在灰烬中找到星儿的指尖刃。这时一幕幕与星儿的回忆涌上心头，回想起与星儿的过往。这个东西是有尺寸的，而且是星儿的尺寸，乐七是带不下去的，所以星儿还是要感谢公子。公子对星儿的恩情，星儿铭记于心。谢谢公子。你的姐姐被我一剑从背后射趴下，死不瞑目，一尸两命。是时候你该去向他们谢罪了。燕洵终于手刃赵西风，为他悲惨的姐姐报的血海深仇。他未等此机会，已经等了3年。自从皇上下令释放燕洵那天，他便忍辱负重，势必要报血海深仇。当他走出大牢时，看见仲宇和星儿在门口等他。原来星儿并没有死，于是3人来到莺歌小院，开始度过为期3年的囚禁生活。因为皇上下令让燕洵在长安养伤3年才能回到燕北，但燕洵明白皇上不会轻易放过他。就在他们住进莺歌院当晚，便遭遇各方派来的杀手刺杀。燕洵和星儿知道接下来的生活必定时常如此，因为都想燕洵死在长安，而宇文玥也安排越位暗中相助，这才让他们得以喘息。此时宇文玥也受命前往边关，临走前嘱咐乐七要保护好燕洵。他还不知道星儿并没有死。当宇文玥前往边关，便追随七皇子元彻，与他在边关沐血奋战，多次舍命救下元彻，从而成为生死兄弟。转眼间镇守边关3年已过，宇文玥和元彻一同回长安，现在他也成元彻麾下的宇文将军。此时的星儿正与仲宇潜入皇陵，原来他们打算盗取皇陵帮燕洵，因为皇陵由3大世家共同监管。怎料宇文玥也是这般打算，星儿与仲宇盗取宝物后，便分头行动，点火烧皇陵，估计是缘分吧。恰巧星儿碰上刚进来的宇文玥，2人并不知对方身份，于是见面就打斗起来。2人打斗间不小心换了长剑，随后各自分开逃出皇陵。宇文玥出来便将剑递给乐七，可乐七却发现是星儿的残红剑。宇文玥这才知道星儿没死。此时皇上召宇文玥与燕洵进宫面见。这3年燕洵一直忍辱负重，皇上觉得他暂时没什么威胁，于是便解除燕洵的监禁，并赐予玉牌让他得以自由出入。此时皇上告诉他们柔然使节来朝，要在郊外举行围猎迎宾，此事交于宇文玥负责。殊不知这才给了燕洵复仇的机会。宇文玥3年未见燕洵，于是约他见面交谈，告诉燕洵当时他得知消息时定北侯已死，自己也是身不由己。这时燕洵打断他并不想再听下去了，于是头也不回转身就离开。此时赵西风与魏书游得知围猎一事，他们想趁围猎时打算将燕洵杀害，可这2二货不知道会把自己小命搭进去。原来燕洵与星儿早就安排好了。次日围猎开始，燕洵故意独自前往营中，这2二货见状紧随其后。此时赵西风只想着杀燕洵，丝毫没察觉魏书游没跟上。这时魏书游被折断的大树拦在前路，于是只好带人原路返回，而赵西风正驾马一路狂奔，他的随从无一例外就被星儿解决了。此时燕洵正在前面等他，赵西风这才发现中计了，于是持剑飞身朝燕洵杀去，不料瞬间被星儿举起弓弩射中，立马瘫倒在地动弹不了，于是才有了开头的一幕。燕洵，燕北已经亡了，你们燕氏一族被人像狗一样砍了脑袋，只剩苟延残喘、苟且偷生的活着。这一刻燕洵等了足足3年，终于能为姐姐报仇了，于是扔下皇上给的玉佩，燕洵的复仇大计就此拉开帷幕。畜生，你竟然恩将仇报！爹，儿臣没有。魏书游到死也没想明白，自己竟会死在父亲魏光手上。魏光为何要杀死自己儿子？原来这一切都是燕洵策谋的计划。赵西风被燕洵亲手杀害时，故意将御赐的玉佩扔在他旁边。当赵西风尸体被发现时，皇上询问燕洵为何他的玉佩会在尸体旁边，燕洵当即解释昨日不小心将玉佩遗失，估计是有人想栽赃陷害他。魏书游一口咬定是燕洵杀害的，因为他与赵西风素来不和。燕洵反驳是魏书游杀害嫁祸给自己，因为昨夜围猎晚会上，魏书游借机与燕洵发生口角，实则将自己的玉佩偷走，并告诉皇上当时很多人都看见了。元松皇子立即站出来为燕洵作证，皇上见各执一词无法定夺，于是让元彻皇子调查此事。这时元彻的手下也在树林中发现赵西风的3名随从尸体。宇文玥查看随从死因时，却发现魏书游专用的螺旋剑。此时元彻命人将魏书游带来，当他看见自己的螺旋剑，顿时慌了。这时元彻声称有人看见他与赵西风一同前去打猎，但只有魏书游一人回来。魏书游立即解释不是自己杀害的。魏书游，
你口口声声说赵西风的死和你无关，那我现在就要搜一下你的营帐。这时袁彻带人搜查一番后，竟然在木箱里发现一张图。当袁彻打开，竟是燕北兵备图。此时皇上龙颜震怒，因为他最忌讳门阀染指燕北。魏书友百口莫辩，只能大喊冤枉。燕巡当即声称魏伐素有染指燕北之心。而在莺歌院3年期间，魏家更是派出无数的杀手刺杀他，这是人皆共知的事。杀害赵西风，想要栽赃陷害于我，置我燕巡于死地。这样，燕北即成了无主之地，他们魏家才有机会吞并燕北。燕巡这招借刀杀人耍得贼溜啊！而此时赵西风父亲要求魏书友偿命，魏光吓得连忙跪下向皇上表忠心，声称魏家对皇上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而各大门阀之间需要制衡，皇上自然不会怪罪魏光，但是证据确凿，肯定要给赵家一个交代。而这人自然是魏书友。魏光为保下魏家不受牵连，无奈忍痛亲手杀死魏书友。你的大仇，定会听一报。可惜魏光的这句话是不可能实现的，因为他很快也会去陪魏书友了。而这一切都在燕巡的算计中，故意扔下玉佩摆脱嫌疑，而后星儿潜入营帐，放入兵备图，并偷取魏家的螺旋剑，杀死赵西风。这只是燕巡复仇的开始。此时星儿告诉燕巡，仲宇已经将皇陵盗取的陪葬品通过10几条线拿去黑市转卖了，相信不久后皇上便会发现。燕巡不光要陷害魏书友，更是要将魏家推进万劫不复之地。此时宫中大监却突然来访，原来是皇上召见星儿进宫，于是星儿便来到大殿外，将佩剑交给侍卫保管，不料却遭遇宇文怀陷害，污蔑星儿私带兵刃进宫，于是命侍卫将他拿下。就在此时，刚好遇到进宫的宇文悦，他带的是我的破月剑，那天我落在燕巡世子处，让他带入宫来给我的，况且是皇上召他的。宇文怀也见此无法发难，于是只好让星儿跟着宇文悦离开。此时星月夫妇3年来第一次见面就打了起来，二人的见面方式果然与众不同。打斗间，二人把佩剑换了回来。宇文悦，我不找你，你倒先过来找我。这么粗浅的栽赃嫁祸，就以为可以瞒天过海？对啊，就是这么粗浅的手段，你们大魏的皇帝却相信了。一日没有仕奴文书，你一日就是我青山院的人。我不叫星儿，我叫楚乔。在青山院，你就是星儿。星儿未拿到仕奴文书，回到青山院，他看着以前的房间一尘不染，刹那间回忆涌上心头，脑海里浮现和宇文悦发生的一幕幕。这时星儿来到宇文悦面前，星月夫妇一见面又是斗嘴，话语间星儿更是拿出匕首抵在宇文悦脖子。宇文悦问着星儿如此想杀他，为何还要答应回到青山院？星儿此番只是为拿回仕奴文书，因为没有文书就会被宇文怀当逃奴追杀，并纠正宇文悦自己叫楚乔不叫星儿。这时星儿做好饭菜端给宇文悦吃，宇文悦难得能和星儿待在一起，于是让星儿坐下一起吃。星儿也是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，可立马又嘲讽起宇文悦以前挑剔不已，眼前这粗茶淡饭也愿意吃得下。如果是你连吃3天的死马腐肉，我看你挑不挑？哼，你也有今天。宇文悦知道斗嘴斗不过，索性夹菜吃饭。不料星儿故意跟他抢肉，就是不让他夹，二人为抢块肉又斗起来。这可怜的红烧肉啊！你不是连死马的腐肉都吃吗？沾点灰应该不要紧吧？这满满一幕的情侣既视感。晚上星儿来拿仕奴文书，宇文悦却拿着一瓶毒药，告诉星儿这是西域毒药千魂散。当时他祖父与星儿哥哥灵犀同时中毒，当给祖父服下解药后，才发现只有1颗。他煎熬数时辰，就会肝胆俱裂，痛苦而死。公子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杀了我吧！宇文悦在灵犀的苦苦哀求下，只能让他免遭痛苦，提前结束他的生命。宇文悦时隔3年后，终于跟星儿解释灵犀之死，可星儿听后却不为所动，只认为是他宇文悦利用自己。星儿，你不该只为别人活，要放过你自己。还是宇文悦最懂星儿，这么多年来星儿都在为别人而活，以前是为了保护妹妹们，现在是为帮助燕巡回到燕北，却从来没为自己想过。星儿内心受到深深的触动，可他跟宇文悦是一样的嘴脸，告诉他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宇文悦见此只好吩咐乐妻，让他带上仕奴文书送星儿离开。宇文悦对星儿的爱一直都是埋藏于心，从未强求星儿什么，只希望她过得开心。宇文悦就是这样为星儿一直付出。离开时，乐妻将仕奴文书交给星儿，并告诉星儿宇文悦当年以针刺之法让他假死，在赶去救他的路上却遭遇刺客劫杀。当宇文悦赶到时，却没发现他。星儿听闻内心波澜不已，手里的文书被他紧紧握着。这时星儿回到莺歌小院，没想到燕巡在等着他回来。
星儿告诉他已经拿到弑奴文书了，二人寒暄几句便回房休息。此时的星儿却久久不能入睡，回想起乐七跟他说的话。当年公子以真子之法让你假死，他急着赶去救你，遇上刺客劫杀，这才绊住了脚。我们到的时候，你已经不见了。星儿此时想着什么也无从得知。此时皇陵失窃的陪葬品进入皇宫，皇上命宇文悦彻查此事，而最重要的物件白玉鼎也被盗了。此物是放在皇陵龙脉镇国运的，命宇文悦势必将白玉鼎找回来，而皇陵建设都由魏光一人操办的。不料魏光竟大胆地将白玉鼎偷取出来，放置魏家祖坟中，以此保运道长存。此事只有魏光与魏书业还有工部的柳生知晓。魏光知道事关重大，为保魏家无恙，于是命魏书业带人将柳生除掉，不料却被门外二人偷听到了。一人是叠纸天眼安插的叠者，而另一人则是燕洵埋藏魏家的眼线。于是燕洵让星儿前去将柳生救下，宇文悦也打算亲自出手救人。此时柳生已被魏书由带人包围住，就在柳生即将被围杀时，星儿及时赶到将他救下，随即与刺客打斗起来。可对方人数众多，星儿抵挡不住也受伤了。就在此时，宇文悦及时赶到为星儿分担压力。这时星月再次默契的合体，在二人的联手下，刺客很快就被他们清除了，而柳生则趁乱独自逃跑，不料却被黑衣男子拦住。就在黑衣男子欲下杀手时，赶来的星儿当即扔出手中长剑，瞬间把黑衣男子长剑打掉。宇文悦起身飞踢将黑衣男子踢倒，原来此人竟是魏书业。宇文悦知道他本性不坏，于是放其生路让他离开。此时宇文悦要将柳生带走，并告诉星儿自己带走是最好的选择。这时宇文悦找到魏光，告诉他如果不想魏家满门被屠，只有让魏书业指证魏光，这才可保留魏家血脉。此时皇上看着厚厚的正果，证据确凿魏光必死无疑。魏光不仅贪赃，而且染指于燕北，乱我大魏，谋逆不轨，罪不可赦，斩立决。但魏书业大义灭亲，又立新功，今后魏书业掌管魏家。也许你是打算大婚之日我让50多万人给你陪葬？有些事做了不一定会开心，可若是不做，就一定不会开心。原来燕洵想在与元纯公主大婚之日，趁机谋划逃出长安，回到燕北。而宇文悦查得一份名单，里面正是长安城里各大要机的统领。通过这份名单，才清楚燕洵的谋划。大事之争，各凭本事。你若想阻我，大可放马过来。宇文悦本想劝阻燕洵逃回燕北便可，没必要让长安城50多万人的性命陪葬。可3年前九幽台惨案历历在目，燕洵注定要报血海深仇。就在燕洵临走前，宇文悦询问这般疯狂的计划，星儿可知。见燕洵没有回答，便明白是瞒着星儿。皇上为何会把元纯公主许配给燕洵呢？就在不久前，皇上与赵伐家主在皇宫商议，担忧燕洵回归燕北的3年之期已到。赵伐向皇上提议不能让燕洵活着离开长安，而皇上承诺燕洵3年一到就放他回去。燕洵3年来小心翼翼地过着，并无机会让皇上有理由对付他。此时赵伐提议设局，假意让燕洵回燕北，实则找机会除掉燕洵。恰巧这时元纯公主求见，原来元纯公主收到消息，皇上欲要和大梁联姻，准备将元纯嫁给大梁太子。此时元纯告诉皇上自己非燕洵不嫁，刚好给了皇上借机做局的机会，于是命人宣燕洵进宫面圣。皇上先夸奖燕洵这几年稳重许多，然后话锋一转，便说起他到了适婚年龄。元纯与燕洵从小一起青梅竹马长大，如今元纯又非燕洵不嫁，于是告诉燕洵要将元纯许配给他。燕洵听闻立即想推脱这桩婚事，不料皇上以星儿性命要挟他。元纯担心燕洵惹怒皇上，立即谎称早已与燕洵私定终身。燕洵为保护星儿，只好答应下来。当元纯与燕洵走出大殿时，正好遇到元松皇子与星儿。元纯开心地告诉元松，皇上已经将自己许配给燕洵了。一旁的星儿听闻震惊不已。当夜燕洵约见星儿，解释他与公主的婚事。我只是没想到，皇上居然会拿自己的亲生女儿做诱饵。燕洵告诉星儿，皇上突然赐婚，打乱了他们先前谋划好的计划。这时星儿提议可以给秀丽君一次机会，因为他们之前是被迫背叛，但全军都心系燕北，时刻都想回去。燕洵谋划许久的计划被皇上打断，此时正是用人之际，便让星儿带他们过来。而星儿如何接触到秀丽君的呢？原来之前皇上召见星儿，是因为在柔然使者到来的迎宾晚会上，见星儿身手非凡，剑术高超，于是下旨让星儿前往骁骑营任剑术教头，其实就是打压燕洵，不让他有逃出长安的念头。星儿只好来到骁骑营向元彻报道。当元彻正想着把星儿安排去哪里时，
却收到宇文月的书信，让袁彻安排星儿去秀丽军，因为自古女子进军营都会受到欺凌，大魏军队里唯有处处受排挤的秀丽军适合星儿去，因为秀丽军本就对燕洵又愧疚，而星儿又在燕洵身边多年，秀丽军必然不会为难他。宇文月为星儿安排的真周到了。当星儿来到秀丽军报道时，刚好遇到秀丽军薛统领以莫须有的罪名，欲将原秀丽军统领贺萧处以死刑。星儿见状当即阻拦下来，因为他知道薛统领是诬陷贺萧的，于是以首日上任为由保下贺萧。而星儿这番举动也赢得秀丽军的信任。当夜贺萧便约见星儿感谢救命之恩，并想让星儿带他们见燕洵。星儿并不会因为贺萧三言两语就相信他，于是告诉贺萧来日方长。就这样，星儿在军队与秀丽军相处下来，相处中星儿发现他们都是忠义之人，秀丽军也很信任星儿。于是燕洵与公主大婚前夕，星儿找到燕洵，告诉他秀丽军心系燕北，贺萧他们愿意帮助他逃出长安。此前计划已被宇文月发现，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于是燕洵让星儿将他们带过来。贺萧三人一见燕洵，便向他立誓言：世子今日恩同再造，我们秀丽军上下任凭世子驱使，刀山火海，枪林剑雨，永志不变。此时皇上召见赵东庭和宇文怀，给他们下了一道密诏，让他们在公主大婚之日按密诏行事。皇上也是想趁机除掉燕洵，而袁彻也接到皇上口谕，让他护送大梁太子回去。知晓这可能是大梁太子有意为之，目的就是让燕洵逃回燕北，只有燕洵跟大魏开战，大梁便可坐收渔翁之利。而宇文月也被皇上调进宫里，袁彻只好找魏书业，让他带领魏家私兵盯住燕洵，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逃出长安城。此时燕洵和星儿他们在复盘计划，因为明天就是大婚之日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在逐一核对。这就是一场豪赌，赌九幽太后无人愿为魏帝出兵。今日我燕洵反了！至死追随殿下！至死追随殿下！燕洵忍辱负重3年，终于等到今日。九幽台惨案犹如历历在目。3年前，燕洵全家被屠尽，亲眼目睹母亲死在面前。燕洵苟延残喘的活着，就是为了今日。就在燕洵登上进宫迎亲的马车时，众羽培养的众多死士也在此时行动了。先是把军中统领刺杀，而后在厨房水缸中投毒，让军中将士毒死无法支援。城外也已然安排死士劫杀报信将士，各大重要统领被同时击杀。而此时燕洵的迎亲马车被奉皇上密诏的赵东庭拦下，诬陷燕洵的莺歌小院藏有大量武器，意图谋反。就在赵东庭欲将燕洵当街劫杀时，埋伏的秀丽军从四面八方出现，当即与赵东庭厮杀起来。当燕洵走下马车，他已经被擒获，随即拿赵东庭来祭刀。今日我燕洵在此立誓，让皇帝老儿的血来为我燕北亡魂祭奠。而此时皇宫大殿中，皇上正告诉大臣们将燕洵封为新的燕北王。对于宫外燕洵造反一事浑然不知，因为各大军机统领皆被刺杀。宇文月忧心忡忡地担心着，因为他知道燕洵今日必然会有行动。此时的袁纯正在等着燕洵前来迎娶，不料突然有士兵来报，袁纯连忙询问发生什么事。燕洵他反了！袁纯听闻犹如晴天霹雳般，他以为是燕洵是不愿娶她而造反，于是丧心病狂地将报信士兵砸晕，随即连忙赶来大殿，跪着求他父皇收回成命，不愿嫁给燕洵了。这本就是皇上设下的局，不可能收回旨意的。袁纯哭喊着磕头求着不嫁给燕洵，他天真的以为不嫁燕洵就会相安无事，皇上岂会任他胡闹，当即令袁松将他带下去。此时宇文月发现星儿不见了，这才立即明白燕洵已然行动，于是在殿外发现正欲逃跑的星儿。燕洵他已经走火入魔，要么就打，要么就闪开，别废话，死不悔改，冥顽不灵。当即星儿就和宇文月打斗起来。就在二人打斗间，皇宫的禁军听到有动静往这边查看，二人连忙躲到墙角。禁军查看一番，并无发现可疑就离开。不知死我的疯女人，死缠烂打的贱男人！宇文月劝告星儿，如今出皇城必死无疑。星儿却不为所动，执意要出。宇文月告诉他根本不知燕洵的计划有多疯狂，星儿却反驳皆是被皇上逼的。宇文月见劝不了，只能让星儿离开。此时大殿中大监禀报皇上公主跑了，话音刚落，又有侍卫来报皇宫失火，让皇上转移到安全地带。这时侍卫再度来报，皇宫外面有大批刺客刺杀，而且各大重要军机统领皆被刺杀。此时皇上才察觉大事不妙了。这时侍卫再度禀报，燕洵反了！燕洵小贼欺朕太甚，传朕的命令，谁杀了燕洵，赏金100两。此时星儿来到长安街上，看着眼前满目苍夷，大街上躺满平民百姓的尸体，他这才想起宇文月的话。此刻星儿才知道燕洵的计划是有多疯狂，眼前触目惊心的画面，星儿内心不知是悔恨还是难过。这
这时燕巡也赶来与星儿会合，让星儿赶紧上马立即出长安。就在此时，元纯公主赶出来找到燕巡，哭泣着连忙说不再逼他娶自己。元纯真的是太单纯天真了，他父皇屠燕巡全家已是不共戴天之仇，燕巡怎么可能会因为元纯而造反呢？此时元松也已然赶到，训斥燕巡背叛国家屠杀百姓。然而燕巡念着旧情放他们回去，可元纯还是不死心，卑微地拉着燕巡的衣角。纯儿，我与你父仇深似海，你的厚爱我担不起了。随即燕巡驾马便离开了。此时秀丽军统领萧贺与燕巡会合，燕巡让星儿先出城等他，而他与贺萧正赶往上武堂，上武堂则是培养将领的学堂。燕巡是打算摧毁大魏的根基，而宇文悦也猜到这点，于是二人同时来到上武堂门口。燕巡见宇文悦猜到并不意外，因为二人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。你说过一句话，一天是兄弟，一辈子都是。我宇文悦从来就没有做过对不起兄弟的事。3年前的事情，我查清楚了，你对我施予过援手。燕巡放过上武堂，就当还宇文悦人情。他告诉宇文悦，他日相见便是敌人。此时秀丽军的士兵告诉燕巡，萧齐营已经反应过来了。萧贺让燕巡先出城，他来电后，燕巡告诉他收到撤退信号就出来。这时燕巡终于闯出这长安城了。而在等待燕巡的死士让他连忙走，而身边的下属打算去召唤萧贺他们。不料燕巡根本没打算让秀丽军出来，因为他恨秀丽军背叛过燕家。传我令，全军由东门撤退。撤退之后，封死城门。燕北的战士们，燕北没有抛弃你们，听我的命令，跟随我，我要带你们回家。贺萧听令。贺萧在，带兄弟们先撤。要走，一起走。这群血染征袍的秀丽军被燕巡抛弃，而眼前营救他们的巾帼女将正是星儿。本来燕巡闯出长安城便会通知秀丽军撤退，不料燕巡憎恨秀丽军曾经的背叛，出城后便命人将城门封死。此时大魏大批军队正向秀丽军赶来，统领贺萧带着秀丽军向城门撤退。当他们来到，却发现城门被封死了。贺萧不可置信地看着城门，他们没想到会被燕巡给抛弃。兄弟们，你们欠燕家的，今天我们拿命还给他们。从今以后，各不相欠。今日我们堂堂正正的杀一场，让他们看看，我们不是叛徒，更不是孬种。我们携手回归秀丽山。此时燕巡已经赶到城外与星儿会合，可星儿却没看到秀丽军的身影。燕巡让他一起先行离开，谎称秀丽军随后赶到。不料燕巡却下令放火烧桥。星儿不可置信地看着燕巡，当即上马准备回去营救秀丽军。燕巡却声称他们是叛军，需要惩治。星儿失望地让燕巡先走，独自驾马回去营救秀丽军。此时宇文怀带领着大批军队赶到，秀丽军拼死厮杀抵抗，奈何双方人数悬殊。贺萧无奈地看着身边的兄弟接连倒下，宇文怀戏谑地看着他们不断下令放箭。剩下的秀丽军被逼到城门，身中数箭倒下的贺萧看着军旗，这番情景竟是何等悲凉。就在秀丽军绝望之际，身后的城门突然打开，一道希望的曙光照耀着他们。马儿奔蹄声骤然响起，及时赶来营救的星儿，让他们绝望的眼里泛起光芒。这一刻，他们知道星儿没有抛弃秀丽军。此时宇文怀从军队中走了出来。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，最该感谢的人是我。这笔账我现在就跟你算。星儿当即和宇文怀决一死战，她早已不是当初的弱女子了，如今实力不在宇文怀之下。只见二人出手，招招致命。星儿踏起宇文怀飞身而上，转身举起长剑横劈，将他击退。宇文怀长剑击出的暗器也被星儿躲过，当即手持长剑跳起劈向他，不料被星儿双手擒住，随即反手劈向宇文怀，而后飞身跃到石室后面，长剑从石室缝隙中刺向宇文怀脖子，用力拍向手中长剑，刺伤他，然后立即跑向长剑接在手中，瞬间手持长剑转身劈向宇文怀。活了40级的大反派被星儿击杀了。主帅已死，魏军已亡。这时是星儿的高光时刻，以弱小的身躯震慑着魏军，失去统帅的魏军被吓得连连后退，因为皇帝只给统帅调动了兵权，统帅阵亡无人调动，只能退回去。此时燕巡在约定点等待星儿的会合，可等了5天还没消息。身边的下属劝燕巡先行回燕北，燕巡却表示抛弃秀丽军已经让星儿失望了，不想等星儿赶到时再次失望。殊不知此时的星儿正带领逃出的秀丽军埋伏追击的魏军，目的就是为了燕巡的安全得到保障。在这5天的时间里，星儿带领秀丽军扫剿了10次魏军的追击。此时星儿打算带秀丽军回燕北，秀丽军的将士们却表示无家可回了。
世子抛弃他们，又从大魏逃了出来。星儿不忍让他们伤心，于是谎称燕洵派他去营救秀丽君的，而且一定会带他们回到燕北。秀丽君跟星儿经历了生死磨难，星儿在他们心里已然如神明般。我贺萧愿意追随姑娘。传我令，阿楚若是在谁的地盘少了一根头发，我燕洵让他全家陪葬。此时燕洵煞气腾腾地下令保护阿楚，因为下属向他禀报，刚刚派出寻找阿楚的人马传回消息，寻找多日并没有他的踪迹，却得知阿楚被大魏下令通缉，而且是在袁氏兄妹回到长安当日。燕洵得此消息，瞬间面露杀气，因为之前他把袁氏兄妹放走，此时他们却恩将仇报，当即让下属传令保护阿楚。原来在不久前，元纯公主偷跑出来寻找燕洵，她还在幻想着做燕洵的新娘。这时元纯艰难地爬上山坡，意外地发现燕洵驻扎的军队，原来燕洵在等着星儿会合。不料元松竟乔装成士兵混在燕洵的军队中，他以为元纯被燕洵带走了。此时元松拔出腰间的匕首，在燕洵转身的瞬间刺进他腹部。把小孩交出来！什么？畜生！不料元松刺杀不成，反倒被燕洵砍下一条手臂。此时寻找燕洵的元纯正好看到这一幕，当即挣脱士兵跑向受伤的元松。这时周围的士兵才反应过来，众羽立即查看燕洵的伤势，于是连忙命人找大夫前来。元纯悲痛欲绝地看着昏迷的元松。就在燕北将士打算拔刀击杀二人时，燕洵当即出口阻拦下来，并命人护送袁氏兄妹回长安。元纯正抱着元松痛哭不已，而他也会在不久后黑化。此时星儿正和秀丽君在竹林休息，贺萧表示返回燕北后，担忧燕洵不会接受秀丽君。这时星儿声称会保护秀丽君的。贺萧听闻内心甚是感动，当即下跪恳求星儿做秀丽君的统领。在场将士也纷纷跪下恳求，只因当日星儿不顾生死去解救他们。秀丽君内心早已信任星儿这个剑术教头，星儿当即表示不会做统领，因为燕北只能有燕洵这一个主人。就在此时，突然哨兵来报称前方发现不明人马。当星儿来到时，他们已经被制服了。一番询问才得知他们是燕洵的人，领头之人声称燕洵在别崖坡等他。星儿质问他们为何前往长安方向，见领头之人支支吾吾，立即拔剑逼问他们此番目的，这才得知他们此行是护送袁氏兄妹回长安。星儿听闻甚是惊讶，当领头口中得知二人在一旁煽动时，星儿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妙，于是连忙带人来到洞中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把他们两个给我拉出去砍了！元纯真的太可怜了，追寻所爱之人不但无果，还被燕洵的手下轮番侮辱。元纯不黑化真是天理难容，而元松也满身苍夷地躺在一旁。星儿连忙拿起衣服给元纯盖住，然后紧紧地抱住他，试图安慰他。而元纯抓起星儿的手就咬住，星儿忍着疼痛让他发泄内心悲伤。我要杀了你们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于是星儿命秀丽君将他们全部处死，随后让贺萧带秀丽君先行与燕洵会合，星儿则亲自护送袁氏兄妹回长安。当夜袁氏兄妹在草屋内休息，这时元松突然做起噩梦，嘴里这一直喊着不要走。元纯立马握住哥哥的手，不料却听哥哥叫星儿的名字。元纯听见立马脸色大变，此时握住哥哥的手也正脱开了，他把一切都怪在星儿头上。此时星儿来到马厩中休息，看着天空下着倾盆大雨，星儿内心也难抑悲伤。当星儿将他们送到长安城外，这时元松上前与星儿告别。其实元松也是爱惨了星儿，只是二人注定是对立面的。元松声称这次是最后一次相见，再次相见就当不曾相识。就在星儿驾马离开不久，此时元彻带领部下也赶到了，于是连忙跑到二人身边。元彻立即询问元纯怎么了。都是因为楚乔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一切，都是因为他。这时元纯立马让元彻去追星儿，声称抓到星儿就可以抓到燕洵。于是元彻立即带部下追赶星儿。此时皇上得知元松兄妹二人惨境，当即下令举国之力通缉星儿，与燕洵同罪杀无赦。此时元纯的样子已然黑化，而魏叔夜得知他回来，便立马来找他。元纯经历这么多，已经不再是当初的他，于是立马开门让魏叔夜进来。魏叔夜，你喜欢我是不是？我可以跟你在一起，但你得帮我一个忙。虫儿，认识一下，我是燕洵，你们的新王。眼前之人正是新燕北王燕洵。就在不久前，燕洵带领部下终于回到红川城，于是宴请各部首领前来相聚。不料满屋空座，无人前来。
这时燕北就将成员禀报，请柬早已送到，却没发现有人来。而今日霍图部举行全牛宴，所有部族首领都去霍图部了。于是燕巡带领部下来到他们的大营，而眼前酷似乞丐的胖子则是霍图部首领，当即起身嚣张地询问来者何人。不料下一秒就被燕巡拔刀插进他肩膀，然后燕巡拖着他来到主位，告诉他们自己是燕北的新王。而燕巡为震慑众首领，直接将胖子送走。此时星儿正被大卫士兵追杀，恰巧遇到骑马路过的书呆子，众人顿时默契地停手看向他。大宝，你是不是走错路了啊？楚乔看着也是一脸蒙圈，不料这书呆子却自我介绍起来，见众人没搭理他，便让马儿走。怎料马儿也无动于衷，于是自言自语起来。楚乔看着他也忍无可忍，闭嘴！没想到这货不理不顾的继续说，看着士兵的表情就知道多烦人。不料这书呆子却开始嘴炮模式。此时士兵再也忍不住了，拿起长剑扔向书呆子，好在被楚乔及时救下，于是跳上他的马连忙离开。这时宇文越赶往咸阳城出任务，就是为清除大梁谍者的据点。没想到他的星儿也来到咸阳城了。此时楚乔正扮成男装来救书呆子，这货一进城就被抓来当奴婢卖。楚乔见他又蠢又笨，便将他买下。夜晚他们在破庙休息时，庙外一群士兵正在悄然靠近，刚打开门就被楚乔发现了，当即与他们打斗起来。可惜楚乔带着个拖油瓶，为逃命只好将残红剑击向他们，不料楚乔也被箭矢射中了。等士兵发现过来，他们已经离开了，没想到刚逃出来又被人贩子盯上，此时正被关在笼子里贩卖。而宇文越刚好路过集市，正好看到有个奴婢好像心儿，他以为是眼花了便离开。这时岳七拿着发现的残红剑递给宇文越，他立即反应过来刚刚那人就是心儿，于是立马找到人贩子逼问心儿的下落，得知心儿被人买走送去乌篷城，当即立马带着越尉赶去。而此时的星儿却出现在船上，一番询问才得知是萧策托人救他。于是楚乔带着书呆子来到乌篷城，书呆子赶着送重要物品先离开，不料却忘记东西在楚乔身上。当楚乔找到书呆子时，却发现这货被一群官兵围住。楚乔本就被通缉，便不敢轻举妄动，于是便悄悄跟踪他们到一座府上，但这府里守卫森严，楚乔见状只好躲进房里。不料宇文越也在这府里，原来这是咸阳田城首府。这田城守也是非常上道，知道宇文越有风寒之症，准备了武姬帮他治风寒。新买的武姬不仅舞姿婀娜，而且还善于推拿。待会儿公子可以先泡个澡，然后让他好好伺候你一番，风寒自然就会好的。这时田城守带着宇文越进来，对着武姬一番交代，便立即离开。这时宇文越已经在浴池泡着，于是叫武姬过来帮他按一下。宇文越打死也没想到来人竟是星儿。这时星儿从头发拿出小刀准备刺杀他，不料宇文越早有察觉，星月夫妇果然每次见面都要打一架，而且二人还从浴池打斗到床上。月与星遥相对百转千回，万般苦尽是非，爱而无。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是，你都爬上男人的床了，你正，你梁正。岳公子，你刚刚才亲完星儿，现在就这样欺负人家不好吧？这时屋外的岳七听得如此动静，居然不解风情闯了进来。宇文越察觉动静，连忙拿被子盖住星儿。滚！呆呆的岳七吓得连忙跑了出去。这时屋外的岳卫围着岳七八卦起来。公子平时看起来挺严肃的呀，没想到喜欢这样的调调。谁说不是？搞得那么大声，一下子从水池子扑腾到床上，场面好激烈。里面那个是咱家公子吗？是啊。不对，公子肯定是被下药了，我得进去看看。七哥，你行行好，咱们公子好不容易恢复正常了，你可就别进去捣乱了。这几年呢，我都怀疑咱家公子要出家了。不知道岳公子听到岳卫讨论他，会不会把岳卫们打飞？此时宇文越还挑衅星儿，星儿立即就抬脚踹他，却被岳公子挡住。星儿，你是在偷笑吗？这时宇文越起身走向衣柜，当他打开柜子，发现里面竟有个女人，随即又被宇文越塞回进去。宇文越这才明白柜子的女人才是武姬，然后又故作惋惜的样子。星儿看他这般也是满满的醋意，随即二人又是开启斗嘴模式，话没两句又开始缠斗起来。就在二人打闹间，此时田城守深夜来访，声称魏书业已到咸阳约宇文越见面，宇文越只好推脱到明日再见。次日，星儿和宇文越正吃着东西，此时魏书业来到屋外就被岳七拦下，他借机给宇文越送药，欲要闯进去。这时宇文越开门走了出来，魏书业声称田城守已然备好宴席，并让宇文越带上屋里的武姬。他进屋告诉星儿，魏书业已经猜到他了，如今魏军和官府还有江湖门派都在追杀星儿，而他却执意要离开返回燕北。好，
你要走可以，你被人抓了，被人砍，死在哪都无所谓。但是你不要让我知道，在我看不见、摸不着、帮不了你的地方，要不然我受不了。宇文玥终于开窍向星儿表白了。这时星儿正拿着衣服打算更换，不料宇文玥说她穿衣服的颜色不是黑就是白，像奔丧似的，然后给星儿选了件粉色长裙，并告诉她宴会结束就送她离开。果然人靠衣装，这时的星儿才像个女人。宇文玥让她戴上头纱假扮舞姬，于是便带着星儿赶往宴会。魏书业借机想看舞姬真容，看看到底是不是星儿，因为他答应帮袁纯杀星儿。而这时官兵抬了个麻袋过来，当打开麻袋才发现竟然是书呆子。原来他们在追查咸阳商会的底细时，竟意外发现是燕洵3年前安排人创办的。此时魏书业声称书呆子知道商会的秘密，而最重要的账本也在他身上。原来书呆子放在星儿身上的是商会账本，于是命人将他押下去严加看管。魏书业再度说起燕洵创办商会的目的，众人听闻才知道燕洵在咸阳敛财，而后将财富转移到燕北，以此支撑他的复仇计划。我还知道咸阳的那批富商害怕燕北的许诺得不到实现，正在准备转移身家财产。原来那本账册记录了一切，此时星儿才知道那账本的重要性。不料这时官兵禀报书呆子被人劫走了，魏书业听闻连忙离开，而这时星儿找到书呆子将他救走，并让他朝另一个方向离开。星儿则独自引开追兵，原来是程渊追了上来。就在二人追赶间，程渊放箭射向星儿，他为躲避箭时不小心掉出账册，于是骑马赶回抢得一半的账本。此时宇文玥赶来帮助星儿逃离，让星儿上自己的马一起走。这时魏书业也已然追来，看着树林间遗留下来的马，于是带着部下继续追星儿。此时二人正躲在竹林中，宇文玥把残红剑给回星儿，而往生营的杀手也在追杀星儿，因为有人委托他们下了追杀令。这个叫楚乔的女人必须死在我的手上。阿楚，你终于安然无恙地站在了我的面前，我却不敢在此时面对你。老天待我，竟是从未仁慈。为何燕洵不敢与楚乔相认？就在不久前，宇文玥在保护楚乔离开的路上，遇到往生营的杀手追杀楚乔，随即二人与杀手们打斗起来，而楚乔为保护宇文玥被毒针射中。当楚乔醒来时，已经在马车上。原来宇文玥为掩人耳目，混在商队中，此时正去往大梁的路上，而楚乔中的毒只是暂时压制住。这时随着商队的驻扎休息，二人也在营帐外聊起天。宇文玥告诉楚乔他在边关3年的感受，看到命如草芥才明白楚乔痛恨的不公平。宇文玥确实是很懂楚乔的内心，他已经把家族所有的奴婢全释放了。这时宇文玥向楚乔解释叫他星儿的缘由，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的眼睛比星辰还要灿烂。这时楚乔的心弦仿佛被拨动了，宇文玥早这么会撩就不是如今的状况了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不叫星儿，我叫楚乔。反正在我心里呢，你就是星儿。我叫楚乔。爱叫啥叫啥。银宝听着林狗的口音都要笑出声，这是花絮还是笑场啊？这时他们听到附近有动静，当二人靠近时，发现车下有个小女孩，于是在楚乔询问下得知女孩叫星星。星星问宇文玥手里的饼还吃不吃，原来星星是为弟弟讨要食物。这时星星告诉二人弟弟墨儿无家可归了，因为他全家都被杀，只剩他一人。原来墨家是咸阳商会的富商，而且很多人都在寻找墨儿。这时星星的家人来找他，星星只能让楚乔二人照顾墨儿，而咸阳富商被杀一事竟是燕洵下令的。此时程渊向燕洵禀报账册找回来了，于是当夜约见商会富商们，程渊当即杀了其中一人震慑他们，为的就是让他们上缴钱财给燕北。而后燕洵下令把这些富商满门屠杀，墨儿偷偷逃走才免遭残杀。此时星月二人带着墨儿在休息，这样看着真像一家3口。这时墨儿真是童言无忌，你们会不会也为了办你们的事把我撵走啊？这可把宇文玥呛到了。就在他们睡至深夜时，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。当星月赶到时，发现他们跟随的商队全被杀了。星儿此时还不知道是燕洵下的令，这时发现白天的女孩星星也被杀了，于是二人结下一名蒙面杀手。在宇文玥的逼问下，得知是刘熙指使。刘熙，燕北的盟友。楚乔本就嫉恶如仇，当即就要帮燕北清理门户，于是二人寻得他们驻扎的营帐。此时墨儿认出他们就是杀他全家的人，当即星月二人再次合体清理门户。不料营帐里驻扎的是燕洵，程渊告诉他找到欧阳家的孩子，外面有人想帮欧阳家报仇。刘熙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这声音好像是楚姑娘。燕洵不敢让楚乔知道这些事，于是命手下全部蒙住眼，而燕洵也戴上头套避免被认出，确定是宇文玥和楚乔二人，于是命手下放他们走。不料宇文玥却认出是燕洵。有朝一日，你落在我手里的话，我也会给你一条路。走。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。此时星月寻得一个山洞休息，宇文玥让他好好待着，不要乱跑。
自己则出去找食物。楚乔让莫尔以后跟着宇文月。姐姐，你是要走了吗？因为姐姐认识一个和你一样不幸的孩子，他的家人也全都被杀了，他比你还要不幸，被人欺凌，被人侮辱，等待可以报仇的那一天。莫尔要为星星姐姐报仇，所以不管你将来做了什么，姐姐都会原谅你，因为姐姐知道你都经历了什么，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。但是莫尔，在你做错事之前，姐姐会想办法阻止你的。一群男子正在追杀一名女子，而眼前之人正是楚乔。原来是魏书业带人追杀他。此时楚乔无处可逃，被迫跳下悬崖。幸好他用铁钩勾住岩壁，得以保命。这时魏书业见远处有马车前来营救，当即下令放箭射杀楚乔。而马车内突然伸出弓弩射向崖顶，楚乔被崖顶扔下的石头砸中。此时岩壁的铁钩也被魏书业的箭打掉。就在楚乔命悬一线之时，只见马车车顶突然打开，将他救下。原来救下楚乔的竟是大梁皇子萧策。此时宇文月也收到萧策的箭书。当宇文月心急如焚赶到时，楚乔中的毒再次发作，从萧策口中得知是中了往生营的密毒。于是宇文月带领越卫来到往生营，而杀手们根本不是越卫的对手。这时遇到之前释放毒针的女杀手，三拳两脚就被宇文月制服。你有2个选择，要么死，要么带我去找往生营的营主。女杀手为保小命，只好带他找营主。不料他们来到营主密室，却发现没人。这时一名黑衣人突然跳下来，而越卫们皆不是黑衣人的对手。宇文月见状立即与他打斗起来，怎料剑还没出鞘就干掉营主，原来竟是假扮的冒牌货。于是在密室一番搜索后，终于发现石壁上的暗格。宇文月通过气味辨别发现解药，而他打算把往生营的杀手一起救下，因为营主为控制杀手都让他们服了毒。这时宇文月把杀手们召集起来，告诉他们服下解药就离开往生营。可杀手们都害怕不敢吃。这时名叫萌风的女杀手带头服下，杀手们见有人服下，也纷纷上前服下解药。宇文月没想到就是他这番举动，让这群杀手折服于他，纷纷表示皆是孤儿要追随他。此时楚乔告诉宇文月要回燕北，二人此次离别不知何时相见。宇文月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情怀。宇文月对楚乔的爱太深沉，也不会干扰楚乔的选择。这时魏帝召见皇子元齐与魏书业，让他们率20万大军讨伐燕巡。当燕巡得知魏军征讨的消息，立即带领黑鹰大军前往美林关，留下程渊等人在红川城留守。宇文月也得到燕巡出兵的消息，此时看着地图才发现燕巡所图之大。燕巡会绕到美林关，避开大魏的主力，部队直达长安。还是宇文月了解燕巡，一眼就看穿他的谋划，于是当即带人返回长安。而楚乔得知魏军讨伐燕北，于是来到秀丽军的营地，打算带领秀丽军守护红川城。而楚乔此时并不知道燕巡的计划。这时燕巡得知魏书业带领大军攻打红川城，于是下令攻破美林关，直趋长安。殿下，如果红川失守，那北朔、兰城，甚至整个燕北，大魏半壁江山已在我手，让燕北何用？殿下，燕北是我们的家。准备吧，踏过美林关，发兵长安城。我要用魏帝的血祭我燕北亡灵。姑娘，快跑！有埋伏！快走！眼前这男子竟用生命给楚乔报信，而报信之人正是燕巡的亲信风眠。就在刚刚，楚乔带着秀丽军支援红川城，但红川城城门却紧闭不开，而魏军还有50里就兵临红川城。于是楚乔便喊话让他们打开城门，不料城上士兵不分黑白就放箭射向他们。我是楚乔，让你们红川的最高首领来见我。此时风眠气愤地质问程渊意欲何为，而手下也向程渊禀报楚乔在城楼外，不料程渊竟命人除掉楚乔，风眠也被他们包围起来。这时程渊的手下声称是误会，并打开城门让楚乔进城。原来程渊安排士兵在城门后埋伏，打算等楚乔进来就杀了他，而楚乔带着秀丽军正准备进城。就在此时，风眠面对士兵们的层层阻拦，来到城墙上，告诉楚乔城门内有埋伏，让他赶紧跑。程渊手下见状，拿起长枪就刺向风眠，而后将他挑下城墙外摔了下去。楚乔见此情形，立马让秀丽军撤。而程渊得知计划失败后，竟带领人马从密道撤离红川城。这时楚乔命人潜入红川，打开城门，而后带领秀丽军进入红川城。此时大魏的军队已然赶到，燕北与大魏的战争就此开始。魏军以100万箭雨直射红川城。明日5时出城投降，否则城破之日，屠尽
全城，鸡犬不留。原来魏军以100万箭与示威，以此劝降，而红川城的百姓纷纷表示投降。此时楚乔表示誓死守护红川城，他的慷慨发言也让百姓信服秀丽军。这时楚乔拿出武器图样，让秀丽军抓紧时间制造出来，而后命人小规模袭击魏军，以此拖延他们的进攻。只要我们能拖得住7天，我相信殿下的援兵必到。次日，大魏军队再次兵临红川城，而魏军的粮草和重机械被秀丽军埋伏。魏军将领也在此时发起进攻，而楚乔早已在城外撒好燃料，就等魏军进攻跨过燃料圈。此时楚乔用火箭将其点燃，而城里无数火球射向魏军，魏军毫无防备，死伤惨重。楚乔带领秀丽军杀出城外，只见他独自一人飞身一跃，突破千军万马，直奔魏军将领。当魏军将领被楚乔以一己之力击杀时，魏军顿时群龙无首，溃散退兵，这才带领秀丽军守住第一波进攻。可秀丽军也死伤无数，于是召集红川城的百姓们，让年轻力壮的男子一起保卫红川，而后连忙加紧制造守城防具。此时袁纯竟来到前线找到魏书业，怎料他偷出兵符，私自调领禁卫军，居然是为了攻打燕北报仇。我现在咽下的每一口气，吃下的每一口食物，都是为了复仇。我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件事情，此事未了，我怎能心甘？没想到袁纯为报仇连长安都不顾，可魏书业为了袁纯任由他胡闹，竟帮袁纯将元气皇子杀害。此时袁松来到大营找袁纯，让他不要胡作非为，长安即将失守。燕巡已经带领大军直趋长安。再给我1天时间，我要把楚乔杀了，我要攻下红川城，把楚乔碎尸万段，然后再把他的脑袋扔在燕巡的面前，这样子才算殿气。你心里就没有长安的百姓吗？来人，送誉王殿下回京。诺。传令下去，谁能手刃楚乔，本公主赏黄金10000两。给我杀！眼前霸气凛然之人正是袁纯公主。如今的袁纯一心只想手刃楚乔，于是和魏书业率大军进攻红川城，而燕巡此时已然攻到长安城外。此时正和手下大将饮酒宣誓攻破长安，不料部下向燕巡禀报，楚乔与红川城誓死共存，不愿跟众羽离开红川城。原来在此之前，众羽让人传信给进攻长安的燕巡，楚乔带领秀丽军在红川城与魏军交战。燕巡听闻立即震惊不已，于是下令让众羽必须将楚乔带离红川城。众羽收到命令后，立马约见楚乔。红川城已时日不多，你不要再硬撑下去了。殿下让我一定要带你走。此时楚乔询问众羽是否清楚燕北的处境，而程渊等人屠杀同胞弃城而逃。众羽声称虽悲愤不已，却也无能为力。燕巡已经带领燕北所有精兵攻往长安。你们疯了！虽然疯狂，但很有效。殿下的大军已经突破了大魏的各道防线，直逼长安，不久就会攻进大魏的皇城。阿楚，殿下知道你不会赞同他的想法，所以才瞒着，但并不代表他不信任你。此时楚乔感到心灰意冷，直到现在他才知道燕巡的所图之大。他竟然以燕北100万军民为诱饵，在红川城设下巨大的陷阱，将大魏的兵马全部吸引过来，然后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率兵强势攻入大魏，直逼长安。楚乔无法料到如今的燕巡竟变得让他感到无情且陌生。这时楚乔悲愤地告诉众羽，燕北不是我的家乡，却一直都是我的人生希望。你们不要的，我要的。告诉燕巡，我楚乔若是死了，不用为我报仇。楚乔不是死在别人手里，而是死在他燕巡的手中。此时众羽阻拦楚乔回红川城，不料他却誓死要守护红川。而在燕巡得知楚乔不肯离开的消息，下令让大军收兵返回燕北。就在燕巡准备返回燕北时，程渊当即劝阻他别为一个女人放弃攻破长安，而后以当年九幽台灭门惨案劝阻燕巡。城池丢了，可以再夺；军队散了，可以重组。而唯独人死了，不得复生。此生我可以放弃任何人，唯独阿楚。理解也好，不理解也好。随后当即下令全军即刻出发，于是燕巡立即快马加鞭赶回红川城。此时密切关注燕巡动向的宇文悦收到消息，乐妻告诉他燕巡已经撤兵回燕北，并从蒙风口中得知燕巡撤兵真正原因，竟是因为楚乔在红川城坚守5日。此时已然弹尽粮绝，宇文悦也是心系楚乔的情师，知道他有危险肯定会去保护他。而这时袁纯率领的大军在一波又一波的强烈攻势下，终于攻破红川城的城门，大批魏军攻入城内厮杀。楚乔自知城门守不住，当即让贺萧带领秀丽军撤入城中，于是秀丽军在城内与魏军奋死拼搏，而楚乔则独占魏军的高大
但他全身铁甲，刀剑不入，且力大无比，哪怕楚乔奋力抵挡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此时一个滑铲拿回残红剑，而后飞身跃起锁住高大个脖子，并以膝盖撞向他头部，再度持剑劈飞他胸前铁甲。这时高大个被楚乔一剑击退数米，而楚乔趁机手持长剑飞身跃起刺进他胸口，然而他也精疲力竭地倒下。此时袁纯手持长剑出现在楚乔面前，他把一切悲惨的经历都怪在楚乔身上。以前单纯天真的袁纯早已不在，是你们害了我的一生，我就要千倍万倍的让你们还回来。你不是跟烟雪好吗？你放心，我会把你的头颅扔在烟寻的身上，然后让他祭拜你。你不是善良吗？不是勇敢吗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吗？那你今天就去死吧！就在袁纯即将杀死楚乔之际，及时出现的宇文悦用弓弩射向长剑救下楚乔，而后被宇文悦一掌击飞。袁纯不知道反派死于话多吗？这时宇文悦连忙扶起楚乔，心疼地将他抱在怀里。此时燕巡也已然赶回红川城，魏书业见状连忙带着大军撤退。宇文悦抱起楚乔，将他放到路边。这时燕巡发现楚乔躺在地上，连忙将他抱在怀里，而宇文悦就在城墙上默默看着，他一直在背后保护着楚乔。宇文悦的爱真的太深情，当楚乔醒来，燕巡却不敢与他相见，只好在屋外询问小孩楚乔的情况。二人之间的关系已然出现裂缝。这时燕巡找楚乔，想让他见几个人，竟是当日杀害风眠的程渊等人。燕巡，你找我来是想替他们求情吗？不是包庇他们，只是听来的说法不一，想求证于你。此时程渊声称自己有罪，因他前去与燕巡会合攻打长安，所以提前将红川城交给部下看守。你当我瞎吗？你关闭城门，驱逐百姓，向友军射箭，更杀我秀丽军将士，还诱我进城，想杀我灭口。这时胖子把一切责任包揽在身，声称燕北境内的兵马都跟随燕巡前往长安，而且当时魏军即将兵临城下。于是当楚乔带人前往红川城时，这才误以为是魏军奸细而下令放箭。胖子也是好口才。这时燕巡质问胖子有何人可以作证，胖子声称亲卫队能帮自己作证，气得楚乔直接拔剑欲将胖子击杀。燕巡当即出口阻拦楚乔。 3年前大魏军杀入燕北，是我们的人死战不休，从没有一个人投降投敌。如果连我们的话都不相信，那秀丽军算什么东西？而此时胖子竟挑拨离间起来，称秀丽军已经成为楚乔一个人的军队，哪怕燕巡下令都不会听他的命令。你什么意思？全天下都知道秀丽军效忠的只有你楚大人一人。你少在这挑拨离间！我没有。燕巡，你相信他？不料胖子也是个狠人，竟拔刀自裁，以此摆脱程渊的嫌疑。而燕巡也不知什么眼神看着楚乔，楚乔见此自知无法解释，于是转身便离开了。不料楚乔刚刚走出来，就遇到燕北士兵的刺杀。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妖女，就是因为你，长安城才没能拿下，就是因为你迷惑了殿下，才会让我们大败。此时楚乔怀疑所坚持的是否正确，而燕巡则独自一个人来到湖边，吹奏起父亲留下的乐器。楚乔本想找燕巡好好聊一聊，但是看着忧伤的燕巡，也明白他放弃攻入长安回来救他，当时陷入两难并力排众议的心情。楚乔心中因他欺骗的愤怒就此消散。这时程渊向燕巡诉苦，称楚乔很难会原谅他，而燕巡早已清楚他的所作所为，但程渊对他的复仇计划还有帮助，这才对他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时程渊连忙解释，却被燕巡打断。若是再有下一次，我警告你，你就去地底下等你的仇人吧。此时贺萧跟楚乔说起程渊，称此人心狠手辣且复仇心重，又擅长蛊惑人心，而且在燕北军中威望极高，所以程渊这人不容易对付。原来是这样啊！程渊很多经历和殿下极为相似，他就是利用这一点赢得殿下的信赖。殿下对于我们秀丽军有心存芥蒂，要不是你，恐怕我们秀丽军早就已经不在了。什么热血，什么理想，快要被燕北的寒风给冻住了。我贺母相信有一天，你一定能达成抱负。将来，在这燕北高原，士奴止歌，百姓安乐。但愿吗？我堂堂大魏最尊贵的公主，新婚当日，新郎叛变，可是我却苦苦追随，不知羞耻，被他的士兵蹂躏撕扯践踏，我为什么要活着？袁纯因偷盗兵符被皇帝关进天牢，此时袁纯母亲魏贵妃深知女儿闯下弥天大祸，欲劝袁纯跟皇帝认错，以免处死罪。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言，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，我甘愿赴死。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哪怕高贵的魏贵妃，此刻也仅是一位想保护女儿的母亲。真儿，母妃一定会保住你的。这时魏贵妃求皇上免元纯死罪，可皇上为稳固皇权而心意已决，而且元齐皇子也因元纯而死，于是执意要赐元纯毒酒。魏贵妃为保住女儿，只能以命换命替元纯喝下毒酒。皇上见此，顿时也慌了神，连忙跑过去抱住魏贵妃。你怎么能这么傻呀？臣妾，求你放了我们的女儿吧。朕答应你。而魏贵妃就此以命保住了元纯。当元纯从哥哥口中得知母亲喝下毒酒，顿时犹如晴天霹雳，于是发疯般跑到魏贵妃的寝宫。你还知道来呀？你这个畜生，这是你做的孽！这是你做的孽！皇上硬生生被他气晕过去。此时元纯悲痛欲绝地看着母亲，他低估了母亲要保护女儿的决心。这时王大坚带着圣旨来到，皇上下令剥夺元纯公主身份，并囚禁西宫，终身不得出宫门。而元松也被发配燕北将功补过，因此元纯也得以保住性命。可皇上还是没领悟到斩草除根的道理。元纯借机博得小皇子的信任，并从中作梗让七皇子元彻调离长安。而皇上因接连打击也气得病重在床，此时所得的病症再度发作，呼唤半天并没有人理他。于是艰难地爬向床边拿药，就在他即将伸手拿到药时，突然伸出一只手端起的药碗。皇上惊恐地看着来人，原来是心爱的小棉袄，他顿时松了一口气。可他不知道让他惊恐的时刻即将来临。元纯告诉他宫里所有人都被撤走了，而元纯也是不长记性的废话起来。他又忘记反派死于话多吗？元纯怒斥着皇上，告诉他自己的母亲被逼得饮毒酒自尽，与世无争的哥哥被他流放。胸怀大略的元彻不被信任，把江山社稷送给一个小屁孩，只因皇上怕被分权。此时皇上也被气得一口老血吐了出来。做事要么不做，要么就做绝。你既杀了定北侯，就应该杀了燕勋。你杀了我母妃，也应当杀了我。皇上被吓得一脸惊恐地坐起来，嘴里念叨着：“纯儿，你变了。”因为我知道，单纯善良只会被人践踏，天真的人活不了多久的。于是当着皇上的面拿出毒药，而后把毒药倒进药碗里，吓到他拼命往后爬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这时被元纯抓住，直接把药灌进嘴里。就在此时，元彻及时赶来救下皇上，当即怒斥元纯太过分了，他对我们不仁不义，我为何要对他尽善尽忠？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住手！元纯真的是太悲惨了，每次做什么都会被人阻拦，以失败告终。此时元纯转身悲恨地看着他，就把皇上吓破胆了。行刑！不要啊，燕勋！不要！不要！楚乔以性命担保秀丽君绝无造反之心，可燕勋还是毅然决然地下令行刑。为何秀丽君会被燕勋处死呢？就在刚刚，程渊借机以燕勋手令为由，调离秀丽君前往秀丽山镇守，并取消秀丽君的番号且销毁军旗。此举就是用来激怒贺萧等人。果然，贺萧听闻要销毁军旗，便阻拦程渊部下。双方士兵见状便拔刀相见。贺萧见此，连忙阻拦秀丽君。就在此时，程渊挥剑砍下军旗，贺萧立马与他争夺起军旗。程渊知道秀丽君非常重视，所以借此来激起秀丽君怒火，从而借题发挥并离间楚乔与燕勋的关系。果然，当程渊用剑劈开军旗时，贺萧带着秀丽君与黑鹰军起了冲突，而后程渊转头便向燕勋告状，声称秀丽君又造反了，并说他们不听燕勋的调令，只听楚乔一人的命令。在程渊的煽风点火下，果然惹得燕勋勃然大怒，当即下令将他们处死。这时贺萧以性命担保秀丽君绝无造反之心，而是程渊欺人太甚才引起事端。军令就是军令，我不听解释，只看结果。人人都有借口，我燕勋该如何治军？此时楚乔收到消息，立即赶过来，当即帮秀丽君向燕勋求情，而程渊则在一旁煽风点火的挑事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属下非常明白。你是要和我作对？属下只是在为自己的军队负责任。你的军队？燕勋听闻，立马脸色大变。楚乔心知他是被程渊离间，于是再三求燕勋放过秀丽君，可燕勋杀意已决，当即下令让人行刑。楚乔看着燕勋如此，于是难受的骑上马，决然的离去。当夜，燕勋来到楚乔屋外，说起二人回到燕北都没好好聊过。阿楚，对不起，让你伤心了，可是我没办法。
我发誓要给你最好的生活，所以我要把长安，把整个天下都送给你。也许这不是你想要的，却是我能给你的最好的。燕洵说秀丽君这是他没办法，声称给过他们机会是他们不懂珍惜。燕洵见楚乔没有回应，便离开了。燕洵，可惜你我已非同路之人。这时燕洵找到程渊，声称此次虽然袒护他，可其中原委燕洵一清二楚。而后再次警告程渊，让他不要再插手自己与楚乔的矛盾。可燕洵的态度让程渊之后变本加厉。这时宇文乐因之前救下楚乔惹怒朝廷，听闻袁松被发配美林关镇守，于是决定跟随袁松一起前往燕北。表面是保护袁松，实则还是心念着心儿。而通知楚乔前去营救秀丽君的也是他。此时袁纯也被皇上赐下毒酒，就在他拿起酒杯准备喝下时，魏叔夜赶来将袁纯救下，而后带他一路杀出重围。魏叔夜为救心爱之人被箭射中，他也是爱惨了袁纯。川有此机会，可要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魏叔夜终于在临死前跟他表白了，并让袁纯以后要好好活下去。这时袁彻也带领兵马赶来，可他还是心疼这个妹妹，于是便决定放过袁纯。此时程渊借机谎称冰湖附近有敌情，将秀丽君派出城前往作战。当楚乔发现秀丽君不在营中时，立即来到程渊部下营帐逼问下落。楚乔得知是派秀丽君前去作战，担心程渊想借机除掉他们，于是连忙策马奔腾地赶去冰湖。当楚乔看到秀丽君安然无恙时，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担心你们遇到伏兵。没错，我们的确遇到了伏兵。楚乔和宇文乐终于再度相见了，没想到能够在这儿遇到你们。你们还好吗？你这是问谁呢？是问我乐妻吗？我很好啊，我特别好，能吃能睡的，武艺也精进了不少。没想到乐妻挺会调侃人的，楚乔也没想到能遇见宇文乐。此时宇文乐连忙把乐妻支走，而后告诉楚乔他们在这里的原因，原来是程渊等人将宇文乐引到此地，借他们的手除掉秀丽君和楚乔。只是没想到宇文乐心系楚乔，所以程渊的计划才没能成功。燕洵心中的仇恨，恐怕比这湖面的冰更难融化吧。宇文乐，我的愿望还是破灭了，是因为我太自大了。楚乔如今只有在宇文乐面前才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，而宇文乐确实是很懂楚乔的内心，于是也安慰起楚乔，并告诉他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，既然选择了就要走下去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你不是不希望我回燕北吗？比起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我更希望你能按照自己的心意活着，快乐地活着。宇文乐，我从来不亏欠任何人，唯有我亏欠了太多，无法偿还。宇文乐一直以来的确为楚乔付出很多，而且不会干预他的任何选择，只希望楚乔快乐地活着。此时终于找到楚乔向他告别，因为他要护送巫先生离开燕北，并告诉楚乔当日无法帮他保护秀丽君，原来是仲宇要保护巫先生，只因他与程渊起了冲突，所以被燕洵下了大狱。而巫先生是燕北的侯，更是定北侯的智囊军师，如果帮楚乔保住秀丽君，那巫先生必然保不住。楚乔也理解他的无奈，于是让仲宇带他去见巫先生。楚乔，终于见面了。是啊，想见先生一面，还真是不容易啊。听说你得了失魂症，有些记忆时隐时现。刚巧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原来巫先生是楚乔母亲洛河的好友，而楚乔对以前的记忆很模糊，于是询问巫先生自己到底是谁。你的母亲洛河就是风云令主，江湖谍者的领袖，而你就是他的女儿楚乔。是谁害死我的母亲？魏国门阀宇文浩大量密服隐心，而真正的凶手应该是洛河身边的叛徒。那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杀死我的母亲？巫先生告诉他，是因为洛河要弑母指伐，所以动了很多门阀的利益，而且洛河还是江湖谍者的领袖，更是他们的心腹大患。而洛河已经将风云令传给楚乔了，只是他并不知道，因为楚乔母亲将寒冰诀传给他，而在寒冰诀大成以后，才会在肩膀上出现彼岸花印记，所以楚乔就是新的风云令主。楚乔告诉巫先生自己根本不会寒冰诀，而且也没有彼岸花印记。巫先生声称应该是失魂症封印了功力，或许在极寒的环境中，寒冰诀才会被激发出来。而楚乔失忆的原因竟是当初营救洛河，当初巫先生派人赶到时洛河已死，而当时楚乔身负重伤，在逃跑途中遇到宇文浩追杀，宇文家族与江湖谍者世代势不两立。
而巫先生派去的人以死拖住宇文浩，不料又遇到大梁秘府有新的埋伏。你一怒之下打晕了尹信，并与宇文浩酣战，最终你用寒冰诀将其毙命，而你也坠入了黄河。这就是楚乔失去的记忆，之后就从女奴开始升级打怪，这才发展成如今的楚乔。而燕北是洛河誓死守护的地方，楚乔又跟随燕巡来到燕北，这一切似乎冥冥中早已注定。而巫先生已然不合适待在燕北，于是劝楚乔跟他一起离开，理应继承他母亲洛河的事业。但是楚乔却不愿离开燕北。可是我不能走，我不能让燕巡在仇恨的深海里越沉越深，哪怕拼尽全力，我也要渡燕巡上岸。阿楚，在你的心里，整个燕北和我就不及他一个宇文越。但是你怎么可以利用他对我的感情？我不怪你杀宇文越，我只怪你的手段太过卑劣，你不该践踏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？如果宇文越死在燕北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楚乔终究还是和燕巡产生分歧。燕巡为何会利用楚乔来杀宇文越呢？就在不久前，宇文越听得乐七汇报秀丽山的刺探情况，得知月九在刺探情报中被困秀丽山，当即决定亲自前去营救月九。这时楚乔得知自己的身世后，而且在燕北军中并无职务，于是便独自一人在秀丽山散心。闲逛间看到一座山神庙，此时楚乔便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，不料却发现宇文越等人在吃火锅。你来的真是时候，相请不如偶遇，一块吃点吧。楚乔没有推脱，便坐了下来，然后拿起桌上的酒就喝下。可见楚乔此刻也是诸多烦恼，因为他都一直不喜欢喝酒。于是星月又像以往一样斗起嘴，二人纷纷数落起对方最近的事情，谈话间句句都不提起对方，可字字都在关心着对方。你说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要改口，称你为燕王妃了？下次见到你，也许你也有妻儿。这个突如其来的话题让星月顿时沉默下来，二人之间的情感就像爱而不得。宇文越打破沉默，让楚乔小心成冤，并告诉他此番前来只是办点私事，让楚乔不必担心，便起身离开了。于是他立即追出来告诉宇文越，二人各自的立场不同，他日战场必然相见是无法避免的。宇文越问起楚乔战场相见会杀他吗？楚乔告诉宇文越自己不会杀他，但会想办法打败他的。可我做不到。人生在世，若身处荆棘之中，心不动，则人不妄动；不动，则不伤。如心动，人则妄动，伤其身，痛其骨，深受世间诸般痛楚。不动，则不伤我。那我早已被荆棘刺穿了。好一个被荆棘刺穿！宇文越早已爱得无法自拔。此时程渊又在燕巡面前煽风点火，声称宇文越前去秀丽山见楚乔，而且楚乔对程渊又有成见，心中因秀丽君之事对燕巡也有怨言。而程渊之前借刀杀人的计划失败，这才知道宇文越心系楚乔，于是提议燕巡趁机除掉宇文越。在程渊不断危言耸听下，而燕巡居然信以为真。传我令，集结所有最精锐的燕卫，截杀宇文越。诺。这时燕巡带着燕卫埋伏在宇文越必经之路，当宇文越经过时，岳七敏锐地感觉到有埋伏。就在此时，水里突然杀出2个人，宇文越立即拔剑击杀埋伏之人。此时埋伏在树林的燕卫不断放箭射杀宇文越等人，水中埋伏的士兵也起身放箭，宇文越带领的人马顿时死伤惨重。而燕巡拿起弓箭亲自出手，当即箭矢就射中宇文越肩膀。虽然燕巡的埋伏射杀不少人，可宇文越还是闯出埋伏圈。此时程渊见截杀宇文越不成，于是命手下派人去秀丽山，谎称秀丽军私通敌手，抓拿楚乔回红川问罪，而后让死士冒充秀丽军前去通知宇文越，告诉他楚乔有危险。程渊的心机真是深得可怕。此时程渊的死士找到宇文越，声称燕巡发现2人在秀丽山见过面，而黑鹰军已经封锁秀丽山，燕巡让楚乔出手截杀宇文越，不料楚乔不肯，并与黑鹰军厮杀起来，而贺萧也在和黑鹰军厮杀中战死。说完就朝着刀刃自刎了。程渊的这招攻心计真是环环相扣，就是利用宇文越对楚乔的感情。而岳七当即就发现此事有诈，肯定有人设局引他们掉入陷阱。是真的，十有八九是假的。那另外的10之1、2呢？此事因我而起，我总要看看他，才能安心。宇文越，你这次真的中计了。这时楚乔也收到燕巡的口令，让他前往红川城问话。
不料却被认出是程渊的部下，当即带着贺萧等人前往红川找烟巡。就在他们前往红川的路上，这时楚乔才反应过来烟巡的目的是宇文越，于是让贺萧等人先去找宇文越，而楚乔则去找烟巡，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。阿楚，我只问你一句，这些年你爱过我吗？我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算不算是爱，我只知道我在意你，关心你。我不能容忍别人伤害你，我以你的梦想为梦想，我把你的家乡当成自己的家乡。你的历程，你的安危，你的得失，就是我这几年来心里最重要的事情。也许你不该践踏我们之间的感情。现在如你所愿，我要去找宇文越了。眼前手持长剑不断滴血之人正是宇文越，只见他眼神凌厉地注视着前方。此时宇文越被一群黑鹰军包围在冰湖上，而身边的越位所剩无几。这时黑鹰军再度发起进攻，就算武功高强的宇文越也经不起这般消耗。面对黑鹰军的车轮战，此时宇文越也满身鲜血，已然分不清是敌人的还是他的血。而越卫们正在湖边与黑鹰军厮杀，可奈何寡不敌众，不仅越卫们死伤惨重，就连越妻也身受重伤。此时赶到的楚乔与黑鹰军厮杀起来，当即一刀一个小朋友。这时程渊朝越妻杀来，可已然身受重伤的越妻根本不是对手，还不让开！不让！好！而越妻拼死将程渊拖住，而赶来的楚乔刚好看到这一幕，不料程渊却嚣张地挑衅他，楚乔当即飞身跃起将他踢倒，于是把怒火发泄在程渊身上。楚乔为越妻报仇，终于将程渊斩杀。这时越妻气若游丝地挣扎起来。可救公子，他在冰湖。此刻楚乔眼眶红润地看着越妻，而这时身后大批士兵出现，贺萧带着秀丽军及时赶到支援。大人，先走，我来做后。大人保重。这时宇文越正与黑鹰军将领厮杀，可身受重伤的他难以招架敌将的进攻，一不留神就被大刀砍中腰部。只见他紧握大刀，而后奋力一剑刺向敌将胸前，破越剑被宇文越死死握住。此刻敌将终于被他斩杀，可宇文越也满身苍蝇。这时他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而远处的烟巡冷漠地看着这一切，毫不留情地让部下继续击杀宇文越。湖边又一批黑鹰军再次向他袭来，可此刻的宇文越却已经无力再战。此时楚乔手拿弓箭往冰湖赶来。就在黑鹰军即将冲杀之时，突然有接连不断的箭矢将黑鹰军射倒。此时的楚乔箭无虚发的将黑鹰军接连射杀。以前都是宇文越救他，现在终于轮到星儿救他了。这时黑鹰军被楚乔接连射杀，宇文越也因此得以喘息。可烟巡并不打算放过他，他让部下拿来弓箭，可湖里的冰层也在这时破裂。此时烟巡也射出致命一箭，箭矢瞬间射穿宇文越胸口，本就身受重伤的他顿时倒了下来。星儿见状立马奔向宇文越。我来了，你走啊，快！不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哪儿也不去。星儿，听话。对不起，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。坚持住，你要坚持住，坚持住。你起来，起来，宇文越，你起来。
可遭受重伤的宇文玥此刻无法动弹，星儿悲痛地抱着宇文玥，可他却让星儿赶紧走。谢谢文玥。你说我变了，其实我从未改变，只是你从来都不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。这时星儿哭泣地杀向黑鹰军，悲愤的力量让星儿不断斩杀他们，黑鹰军也接连倒下冰湖中。星儿发现不断崩裂的冰湖，顿时看向躺在冰面的宇文玥，不料燕巡下令朝星儿的冰层射箭，打算将星儿拉回湖边。此时冰层却缓缓下沉。星儿看着沉下湖里的宇文玥，当即跟着跳了下去。而听得呼唤的宇文玥此时也缓缓睁开眼，星儿的彼岸花印记在此刻凸显出来，而他也终于来到宇文玥身旁。跟我一起，我要你和我一起活下去。可宇文玥此时却把星儿推开。而他却慢慢沉下湖底，宇文玥到临死前都想保护星儿。